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婆婆有公主病，什么都要用最好的，拿着4000的退休工资，过着4万的奢侈生活。菜要有机，鱼要野生，肉要家养，衣服要名牌，就连化妆品也只认准赫莲娜，还得是国内专柜指定柜姐处购买。公公受不了和她离婚后，婆婆住进了我家。老公特意买了上千元的床上用品，早早地准备起来。老婆，咱妈现在过来，正好还能照顾你坐月子，多好！老公一边热心地准备着，一边劝我放宽心。平时月嫂阿姨做饭的时候，你还要照顾宝宝，现在妈来了，你可以彻底地好好休息了。鉴于婆婆以往的行为，我对老公的话保持怀疑。可她和公公离婚后无处可去，我也不能把婆婆拒之门外。我婆婆是典型的丫鬟身公主心，什么都要用最好的。婚后婆婆第一次来家里，我准备了一大桌子的菜，却被她挑出了各种错处。菜不是有机的，农药和化肥伤身。我这是想害她早死。鱼不是野生的，避孕药养大的鱼都是激素，吃了我家的鱼它会长胖不好看。猪肉不是家养的黑猪肉，吃起来一点都不香，简直不是人吃的。可我都是吃这些东西长大的，好像我从小是吃猪食长大似的。我去他们家也没见用什么好东西招待我。老公做和事佬，打圆场说，我妈年轻的时候苦惯了，年纪大了总要享受享受，她也不总来我们家，你就为了我忍忍。我受着委屈忍了下来，婆婆却拿出我给她买的雅诗兰黛往垃圾桶一扔。这种便宜货怎么配得上我这张脸？下次给我买化妆品，得到银泰买赫莲娜，也不是多少钱的事。妈总不能因为儿子娶了你就降低生活水平吧？这大几千块的套装，平时我自己都不舍得用，她倒是当做垃圾直接扔了。就这套，别在网上买，我怕你买假货给我。我看着1万好几的套装陷入了沉思。老公每个月收入也就8000，扣完税到手6000多，勉强能满足他轻奢的生活。公公婆婆退休工资加起来8000多，是怎么能支撑他奢侈的生活的呢？不过我也不贪图他们的钱，他们也偶尔来我家做客，维持表面的客气也就算了。可现在婆婆直接搬进了我家，老公精心准备的4件套还是遭到了婆婆的嫌弃。她打扮时髦，提着新买的LV行李箱，难掩嫌弃地上看看下看看。亚楠，你就给我住客房，妈一大把年纪了，得住朝南的大房间。你们年轻人身体好，才应该住客房。她自顾自地把主卧所有的宝宝用品拿出来放在客房，又嫌弃地看了看主卧的床单，你这些棉的容易划伤我的皮肤，到时候给我换成真丝的4件套。厕所的用品也整理一下放到客侧去，我不太习惯和别人用同一个厕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拦住感人的婆婆，同她耐心地讲道理。妈，客卧住4个人实在是太小了。还没说完，婆婆切了一声说道，你也知道客卧小啊，我在家都住主卧，到儿子家了就要住客房了。你让周凯回来评评理，儿媳妇虐待婆婆，以后我还住不住得下去？老公今天出差，婆婆明知道他不能回来，才这么说。月嫂阿姨哄完宝宝过来打圆场，宝妈，月子里别生气，到时候我打地铺，老人家睡眠困难些也能理解。婆婆对阿姨这番话十分满意，一个外人都知道要给老人住主卧，我自己的儿媳妇居然如此恶毒。阿姨是个懂道理的，亚楠，到时候给阿姨包个大红包。阿姨惊喜的连忙道谢。婆婆摆摆手关门送客，
她倒是不用出钱，动动嘴皮子就够了。我却又出钱，又受委屈，孩子换了环境，一夜没睡好。我盯着2个黑眼圈起床，却看见房间门口堆满了我的衣服。亚楠，你怎么睡这么晚才起来？婆婆见我起来，边抱怨边指着那堆衣服：“你这些破烂别放在我房间里。昨天我让你买的4件套，你买了吗？都怪你们准备的不充分，搞得我一夜都没睡好。想到老公晚上就回来了。”我咬牙把委屈往肚子里咽，无视了婆婆去餐厅吃早饭。婆婆丝毫不想放过我，追着我责骂：“妈跟你说话，你有没有一点礼貌？小门小户出来的，就是没规矩。等周凯回来，我非得让他好好治治你。”餐桌上零零碎碎被吃过的早餐，剩了蛋黄的白煮蛋，只剩包子皮的肉包，空荡荡的燕窝盏。阿姨替我做的月子餐被吃得所剩无几。妈，我让阿姨也替您做了早餐，吃了我的月子餐。婆婆丝毫没有愧疚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不是给你剩了吗？吃这些你吃不饱吗？年纪轻轻吃这么好干什么？我年轻的时候吃了多少苦，才换来现在的生活。现在轮到我们老一辈享福了，你们就应该好好拼搏，艰苦奋斗。”呵呵，说的倒是轻松。我看着桌上这些，气都气饱了，还吃什么？可不吃饱就没奶。我憋着气让阿姨再做些，找了半天却找不到阿姨的身影。你别找了，我让阿姨给我去买日用品了。我压下心中的不安问道：“妈，您给阿姨钱了吗？”婆婆根本没有存款，和公公离婚也是净身出户，哪来的这么多钱买这买那？老公是不是又偷偷把家里的存款给婆婆了？婆婆斜着眼不满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是那种会贪阿姨钱的人吗？别看了，你刚生了孩子，知道你们家正要用钱，没拿你那点存款，我刚放下一点心。”婆婆一句话又将我打入深渊。周凯把信用卡给我了，下个月你们发工资了，还一下很轻松的。我心中仿佛被压了一块大石头，透不过气来。婆婆还乐呵呵地拿出手机给我看，我给小孙子买了不少衣服，明天就能到货，到时候可要好好打扮，让我发朋友圈，我可不能比我那些老姐妹差。我看着婆婆淘宝消费记录，两眼发黑，一件只能穿1-2个月的婴儿服花了小1000，一个没什么用的婴儿发带花了500，其他七七八八花了近万元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心疼钱了？我花我儿子的钱，你有什么好心疼的？亚楠，你就是太小家子气了。钱是挣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。要是觉得钱不够用，你早点去上班啊，或者多想想办法挣钱。我听说别人卖母乳也能挣钱，你自己找找门路，不要总想着让老公挣钱。新时代的女性都得靠自己。这话听得我胸一阵阵地疼。新时代的女性不仅靠自己挣钱，乳腺不通了都是直接开队的。我刚要开口，房间里孩子开始大哭起来。月嫂不在，我只能自己去哄，留下一脸不满的婆婆在原地念叨：“等老公晚上回来。”我已经受了一天的委屈，连奶都少了很多，可他却反过来指责我：“妈年纪大了，能有几年可以享受的？他辛辛苦苦把我拉着大，花点钱怎么了？我每天这么拼赚钱，不就是为了给你们好一点的生活吗？你作为儿媳妇，应该体谅婆婆，满足婆婆，而不是现在找我抱怨。我神 TM 体谅满足婆婆，我结个婚生个孩子，还要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，就连我自己花钱请的月嫂阿姨也被婆婆征用，给她捶腿捏背做饭跑腿。我黑了脸，把孩子一把塞到老公怀里。我是在坐月子，不是在享受。
老公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不是给你请了月嫂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妈才来住1天，你就这样？不要以为生了孩子你就能恃宠而骄。”她不满地将孩子重重地扔在床上。生儿育女是女人的本职，哪个女的不是这样的？我同事生了孩子第2个月就去上班了，去年评了最佳员工，多发了2万奖金。你能在家里休息已经很幸福了。我实在忍不住阴阳怪气了一句：“咦，老公，你去年也没生孩子，怎么没拿到奖金？”老公恼羞成怒，指着我大喊：“还不是因为你怀孕耽误我赚钱了吗？要不是你怀孕，我怎么也能拿个几万块，都是你的问题。”他从来不找自己的问题，永远都是别人的错。我怀孕的时候，连产检他都没陪过1次，没拿奖金反倒是我错了。我呵呵，现在还没出月子，婆婆和老公已经不满我在家休息，耽误了挣钱。他们完全没考虑过我的身体，孩子谁带的问题。远嫁的女人本来就苦，遇到刁难自己的婆家和不维护自己的老公，更是悲哀。我满心失望，原以为老公会站在我这边，显然他和婆婆是一样的想法。孩子被摔疼了，哇哇大哭起来。月嫂阿姨还在给尊贵的婆婆手洗真丝4件套。我腰酸无比，心中暴躁无比，第一次有了离婚的想法。凌晨3点，孩子喝完奶，好不容易睡着，去上厕所的老公却迟迟没有回来。我安顿完孩子去找他，却听到主卧婆婆和老公的谈话声：“当初就不应该同意你娶宋亚楠，别人娶的都是富二代、千金小姐，江浙沪独女。你呢？当初妈给你介绍了这么多富二代，你不要，非要娶宋亚楠，现在后悔了吧？别说少奋斗20年了，连个房子都没有，还要让我这个老太婆和你们挤一起住。”老公撒娇的声音传出：“妈，亚楠好歹给我生了个儿子，您看您孙子长得多好啊！”我刚觉得没嫁错人，却听他又说：“您给我介绍的那些富二代，哪个不是长得歪瓜裂枣？人都说儿子像妈，我总要有个传人的，长得不好看也耽误以后找2代呀。现在儿子生了，宋亚楠，您要是不满意，就当仆人使，让他主动提离婚。他要是能忍，您就多了个伺候您的人；要是不能忍，最好让他净身出户，孩子跟我，到时候再找个富二代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”原来他是这么打算，或者说从一开始追我都是另有目的。我真的被气笑了。我和周凯是同事，当初他追了我很久，对我也很好，我被他感动，才答应他的求婚，留在这个离家几千公里的地方。因为结婚，我甚至辞去了原来单位的工作，另谋出路。没想到竟意外升职。怀孕前，我的收入是周凯的2倍。那时候他跟我说，我们2个年纪也不小了，该要个孩子了。我深思熟虑后，放弃了自己大好前程，做了闲职，专心备孕，却得到了这样的结果。我狠狠地给自己2巴掌，把自己打醒。婆婆听罢哈哈大笑，不愧是我儿子，所有事都算得明明白白的。妈也是受够这个小家子气的宋亚楠了，明天就好好折腾折腾他。他还嫌弃妈能花钱，也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不能挣钱又没好的家庭背景，也就身上那点劲能使唤了。2人光明正大的谋划着，直到呼噜声阵阵响起，老公留在了主卧和婆婆一起睡了。我浑身发寒，突然不想离婚了。第2天早上，老公如没事人一般从婆婆房间出来和我解释：“老婆，我早上还得上班，客房睡不好，以后我就跟妈一起睡。”我笑着当个温柔的贤妻，替她整理好衣服。这样咱妈会不会休息不好？我们这房子确实太小了，
以前就我们一家3口刚好够，现在妈来了，我们挤一起，让她生活质量直线下降。是我这个做儿媳妇的没用。我伤心地抹了抹不存在的眼泪。婆婆连忙从房间里出来，假意安慰：“你能这么想最好了。我也不是非要住大房子，可现在这个房子实在太不像样了，连3间房都没有。东郊那个别墅我看就挺好的，离周凯单位也近，到时候把这套房子卖了，首付就有了，以后每个月还个1万多贷款，你们也能支付得起。”婆婆兴奋地打算起来。周凯倒是有些为难：“妈，我们2个工资也不多，买别墅会不会压力太大了？”她也知道压力大呀。当初我劝她让婆婆收敛点的时候，她怎么说的？我懂事地拍了拍周凯的背：“妈年纪大了，花点钱怎么了？总不能因为她来我们家住，而降低生活质量吧？她和公公2个人可是住着100多平的房子，现在跟我们挤100平的，实在太委屈她了。婆婆这样的身份就得配别墅，你作为儿子，应该体谅咱妈，满足咱妈，而不是抱怨压力大。”我这一番话说得通体舒畅，原来角色转换一下，居然是这样的。婆婆用一种你终于懂事了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呵呵一笑，期待着周凯的回答。周凯咬了咬牙道：“行，周末去看看新房子。妈，就先委屈您住几天小房子了。”呵，周凯就是一个完全不考虑自身情况，一点急不得的人。周凯走后，我出门订了月子中心，买了个包，才疲惫地回家。婆婆果然如他们晚上商量的那样，开始为难我：“亚楠，虽然你刚刚帮妈说了话，可妈还是要好好跟你说说道理。你现在休息在家，什么家务都不干，是不是太不像话了？阿姨过2天就走了，以后的家务总不能让我一个老婆子来干吧？孩子每天晚上哭哭哭，也吵得我睡不着。在买别墅之前，你得好好想想办法。”我将孩子哄睡着，看着月嫂笑着说：“妈，阿姨您要是用着觉得好，我们再请几个月，您姐妹都有阿姨伺候着，您哪能没有啊？您放心，您想叫多久就叫多久，不用担心钱，这不是我们小辈应该做的事吗？”婆婆满脸惊喜，嘴上却依然没放过我。别以为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收买我。我从柜子里拿出一辆橘色大袋子，放在婆婆面前。至于孩子吵，我已经订好了月子中心，以后2个月我在月子中心过，您和周凯也轻松些。婆婆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手中的袋子，完全没在意我在说些什么。我继续说道：“我知道您怕月子中心贵，这钱是我爸妈出的，生了外孙，他们要上班没时间过来看，出了钱也算一份心意。”婆婆满意地点点头，心不在焉地说道：“这也是他们应该的，外地亲家就是这点麻烦，不能过来搭把手。不过他们既然出了钱，你就去月子中心好好养着。这包是……”我笑着打开盒子，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 Birkin 大象灰。婆婆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包上，虽然对于我说话随口应着，原本我去月子中心一定会被她阻止。这大几万元可以让她好好的奢侈一段日子，她怎么可能会同意？可现在，爱马仕的魅力实在太大，婆婆这个老公主花光了家里的钱，也买不起一个爱马仕。平时买 LV 已经是她的极限。这包是我闺蜜送我的生产礼物，我带着孩子也用不了这么好的包，不如给妈您用，给您用刚刚好。婆婆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，她小心翼翼地摸着包，送这么贵的包，我怎么没听过你有这么有钱的闺蜜？这不会是假的吧？呵呵。这当然是假的，送她的，连钞我都不舍得买。
在市场里买了包装最真的一款，总共花费了200元。至于闺蜜，是我在听了他们的计划后临时想的，人还没找好，可人设的立住，当然不是假的。我装作激动的辩解，我闺蜜可是我们那里数一数二的有钱人，以前没说过，这不是怕周凯觉得我比不上他吗？现在孩子都有了，我也不担心了，才跟您说的。您不会嫌弃我家条件一般，不能给您全款买别墅吧？婆婆两眼放光，一边说着不嫌弃，一边开始向我打听闺蜜的消息。我详详细细地将各种网文里富二代的特征说给婆婆听，她越听越满意，不住地点头。我假装惊觉：“妈，您打听这么多我闺蜜干什么？周凯已经有我了，可不能在我去月子中心的时候联系别人。这样吧，我月子中心不去了，又省钱，又能和周凯维持夫妻感情。周末还得跟您一起看房呢，我现在就去退钱。”婆婆一把拉住我，忙说：“亚楠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养身体，其他什么事都不用想，交给妈，把你闺蜜的微信推给妈，妈帮你感谢她。”我为难地看着手机，满脸不愿，人家送了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们不得请她过来做客吗？你放心，妈也是过来人，绝对不让周凯和他接触。这是1万元，妈平时省下来的，你去月子中心也得备点东西，拿着花。我收了钱，勉强地把自己的微信小号推给了婆婆。婆婆满意地拿着手机和包回房间。不一会儿，我收到了老公的好友通知，带着儿子去月子中心后，我总算能好好休息。我一边用微信小号跟周凯聊天，一边物色到了做我闺蜜的演员默默。我给你买了个礼物，你来 H， 我想当面送给你，你别不理我呀。虽然我没见过你，可我感受到了我们灵魂的契合。你给宋亚楠买了这么贵的包，她根本配不上，以后别浪费那钱。咱妈听说了你，也想见见你，你什么时候能来呀？聊了这么久，你都没发个照片，自拍图片，自拍图片，自拍图片。默默，想你。我看着微信上周凯的恶心言论，连忙截图保存。果然，见我没有回应，他把话都撤回，换了个语气：“默默，亚楠生孩子，你都没来看看，他想你了，让我来市接你。你什么时候空？我开车来。”呵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家里还有车。好呀，就这周末吧，你来机场接我。我找好了演员，静静地等着好戏开场。没想到，从来没来过月子中心的婆婆，破天荒地提着她买的衣服来看我。哎呀，这花钱的就是好，才来多久，就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我大孙子也长了不少，我这新买的衣服肯定是穿不上了，妈先拿去退了，放在以前。我看在老公的面子上，一定会顺着他的话说，他买这么多衣服客气了。可现在，我连忙起来，从他身后夺过衣服。妈，刚刚好，你买的衣服质量特别好，宝宝穿着舒服，这大小刚刚好，正适合现在穿。婆婆满脸心疼，咬了咬牙，说：“行，给我孙子穿，多贵我都舍得。”说完，她话锋一转：“亚楠，你在月子中心是舒服了，可妈最近的身体却不太好。人家说母乳里面有免疫因子，特别是你这头1个月的奶，特别好，能不能给妈匀点？”我呵呵一笑：“妈，孩子现在喝着刚刚够，就不给您了。”婆婆脸色一变：“那就给他喝奶粉，现在奶粉的营养可比母乳全面多了，别人纯奶粉宝宝都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挺好的。”我一口答应：“好呀，我确实想早点断奶。我让你给宝宝喝奶粉，是让你把母乳给我，
谁让你断奶了？我疑惑，现在奶粉400多一听。妈，断奶以后，光奶粉尿不湿每个月就要多支出近3000，这钱……婆婆不爽道：钱，你这是掉钱眼里了吗？家里已经穷到连点奶粉都买不起了，这钱我出行吧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，不就是贪图我的养老金吗？我告诉你，等你断奶了，什么都拿不到。我呸！就那4000的养老金，他4万的花法还有什么？我贪的是和周凯离婚，让你们这些贪婪的人陷入不复之地。妈，这不是我现在在坐月子没收入吗？要是我能跟林默默一样有钱就好了，这样您和爸也不会走散，周凯也不用这么辛苦上班，至少少奋斗20年。都怪我没能给你们更好的生活。婆婆见我态度良好，缓和了些。你早些把你闺蜜介绍给我们，也不至于这么麻烦。你闺蜜和你说什么了吗？我笑着说，没有。她就说您感谢了她，下次来她要送你个 Kelly。婆婆点点头，惊喜又满意。默默确实懂事，她又用眼睛斜视着我，不屑道：人和人的差距大，也没有谁对不起谁。亚楠，以后有什么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婆婆这是给我提前打预防针呢。我假装听不懂，满口应着。婆婆甚至没看我儿子一眼，满意的提着几包冻奶回去。人家慈禧太后天天用人奶洗澡，你这产量太少了，也就勉强够我喝。下次来，我不希望只看到这么点奶。我笑着答应，在婆婆心中又埋了一根林默默比我好的刺。周末，饰演林默默的演员在胸口别了摄像头，给我全程直播。周凯见到林默默时，两眼放光，殷勤的仿佛变了一个人。他拿出当初追我的12分热情款待林默默，吃饭、逛街、买礼物，一条龙服务。最后，周凯把林默默带回了家里。婆婆正破天荒地动手做了一桌子的菜款待她。林默默把我提前准备好的假包送给了婆婆，婆婆笑得更是嘴都合不拢了。默默呀，家常菜你别嫌弃，你在家都是去5星级饭店吃的饭吧？尝尝妈的手艺，一点不比大厨差。哎呀，阿姨是跟你一见如故，忍不住想当你妈了。默默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婆婆生怕林默默拒绝，连忙让她坐下，热情地给她夹菜。这燕窝妈挑了一晚上，干干净净的。你放心，菜都是有机蔬菜，鱼肉也都是最好的。家里也不是大富大贵之家，可鲍鱼海参我们家还是每天都吃的。以后你来我家了，也天天吃。林默默表情微妙，笑着答应，热情叫妈，叫得我婆婆找不着北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婆婆烧饭做菜，原来她都会呀。那晚，林默默留在了我家，婆婆心甘情愿地让出了主卧，给周凯和林默默腾出空间。后半夜，我收到了林默默演员的微信：姐，照片视频都保留了。这男人真是让我恶心坏了，得加价。你那恶婆婆，要不要我教训一下她？我发了她1000的红包，让她按兵不动。买别墅计划是时候提上日程了。有了林默默，周凯不再关心我和儿子，和他打得火热。林默默时刻给我汇报着他们的动向。周凯给他买了奢侈品，他买了一条假皮带还给他。周凯请假带他出去旅游，他淘宝了一只100元的劳力士绿水鬼，周凯天天戴在手里。最近，周凯向他求婚了，林默默欣然答应，可要求是必须换套大别墅。他从小住惯了别墅，周凯的房子实在太小了，即使婆婆让出了主卧，他依然挑着错。公主病的婆婆在林默默面前一句话不敢说，只能好生伺候着。
可林默默看中的别墅，周凯连首付都付不出。林默默继续蛊惑周凯，结了婚他爸就把别墅的贷款给还了，只要他能付得了首付，这房子就是婚前礼物，算是林默默送给周凯的新婚礼物。周凯被大富大贵迷了心，完全忘了他已婚，还有个刚出生的孩子。而那时我在月子中心休养了2个月，终于养好了身子，把儿子送到我妈家后，我带着大包小包回到了家里。周凯和婆婆满脸严肃地坐在家里等着我。我知道他们是想和我提离婚，林默默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在外面住了2个月心野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找了野男人。我好奇他们准备怎么发作，只见周凯扔了一叠照片在我面前，怒吼：我辛苦挣钱养家，你呢，在外面找男人？我捡起照片气笑，这就是他们想的办法，拙劣的 P 图技术，甚至没找个专业人士。老公，这照片明显是 P 的，我这2个月每天都在月子中心，我有人证。周凯恼羞成怒，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照片撕碎。你还仔细看，你要不要脸？离婚？我周凯头上戴不得绿帽子。宋亚楠，你要是净身出户，我还能忍住这口恶气，否则我把你这些照片发到网上去，让你身败名裂。我狠狠地掐了自己大腿，止住自己想笑的心，哭诉道：老公，我们连孩子都有了，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？我不会跟你离婚的，你发吧，那不是我挺得直腰杆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相信你也不愿意跟我离婚，一定是有人看不惯我，才弄了这些恶作剧。你放心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。周凯和婆婆2人的表情如同吃了一只苍蝇一样难受。以前我的软弱和好说话都是在爱他们的基础上，现在才是我的本性。婆婆放温柔的语气，唱起了白脸：亚楠啊，这照片不管是不是你的名声都坏了，周家不能有你这样的儿媳妇。我知道你不愿意离婚，可你不能因为自己害了周凯呀。这样，妈做主，你同意离婚，给你1万元家产作为补偿。我认真地看着周凯，老公，你是铁了心不相信我，要跟我离婚吗？孩子跟我抹了抹眼泪，坐下认真地看着他们。周凯和婆婆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儿子出生以后，他们只觉得小孩子一直哭太烦，对他根本没感情，巴不得孩子跟我走。原本想要孩子优秀的长相，可林默默长得比我更好，这是我根据周凯的喜好精挑细选来的长相。这套房子的贷款我还了一半，我不要房子，给我50万，我就同意离婚。婆婆噌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什么50万？你简直丧心病狂！我开心地笑着，妈，我就是不想离婚。我知道50万对这个家来说很难，所以我才提出这个数的。妈，您别骂我了，我是舍不得您和周凯。婆婆的手指停在了半空，骂人的话一时被噎住。行，我同意给你，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。周凯咬牙答应。他们早就把房子卖了，这些钱原本是用来付首付的，还多出50万。50万也是我知道他们能承受的最大限度，可我没想到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。50万元到账后，周凯迫不及待地拉着我离婚。民政局门口，我拿着离婚证和签好的离婚协议，心中长舒一口气，总算尘埃落定，可以收网了。周凯拿着红本子感叹：宋亚楠，其实这几年我也受够了你的气，收入不高，还要求我们省钱，娶了你一点没有旺夫，还让我生活越来越糟糕。不过也谢谢你把林默默介绍给我，我要跟默默结婚了，
以后我就是富家女婿，上亿资产任我挥霍，区区50万。宋亚楠，你眼光终究太短浅。我看着春光满面的周凯，实在想看看知道真相后的他到底是什么表情。可是不行，我要保全自己，让自己全身而退才是正事。那祝你新婚快乐。我把工作辞了，收拾完所有东西，离开 H， 回到了父母身边。儿子已经会翻身了，看到我，他开心的啊啊的叫，我心中一阵窝心。这段婚姻至少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陪着我。和林默默结算完所有费用后，我扔了手机卡，断了所有旧的联系方式。周凯终于买了别墅，婆婆开开心心的入住，过起了真正公主般的生活。林默默却消失了，他们疯狂地找林默默，找我，才发现自己似乎被骗了。可惜周凯自结婚后就没来过我娘家，他根本不知道我爸妈家在哪里。后来林默默的演员给我发来了周凯的消息，那时我找到了新工作，工资是之前的2倍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回到家跟儿子玩了半天，才看到林默默的消息。周凯因为付不出尾款，要求退了别墅，可销售方要按合同扣下他20万预付款，他们当然不愿意，撒泼打滚，使出各种办法，最后还是损失了这20万。前婆婆住过了别墅，不再愿意住小房子，要求周凯租下200平的大平层，还要配备住家保姆伺候她。周凯愚笑，一一满足婆婆的要求后，才发现自己微薄的收入根本支持不了他们的高消费。他去找公公，可公公早就没了踪影。原本孝顺的周凯疯了似的指责前婆婆，怪她害他离婚，害他人财两失，害他现在过得这么惨。前婆婆从来没被人这么对待过，而这个人偏偏还是她疼爱的儿子。母子大打出手，前婆婆被打得断了手脚，进了医院。周凯则被警察控制，拘留数日。等他出来，已经丢了工作，却又不得不接回婆婆，母子互相折磨，生活越过越差。不过这一切已经与我无关，他们不过是自作自受。而我如今有父母，有儿子，又有高薪工作，比之前幸福了100倍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结婚1周年的时候，许巍特意为我办了一场盛大的烟火秀。他这个人不懂浪漫，就是个大写的直男。我们在一起3年多，情侣间的重要日子，总是需要我去旁敲侧击地提醒他。这次他竟然主动花心思给我惊喜，我当然是十分开心。在美丽绚烂的烟花下，周围的朋友大声起哄着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许巍一手搂着我的腰，一手轻轻抬起我的下巴，慢慢低下了头。我羞涩地踮起脚尖，迎合着他。就在双唇即将相碰的一刹那，突然从鞋里冲出一个孩子，狠狠撞向我的腰侧。我被撞得一个趔趄，重重摔倒在地。你这个坏女人，抢走了爸爸，你就是个狐狸精，小三！那孩子表情十分怨恨，冲着我大喊大叫。他看起来只有4、5岁，正躲在许巍身旁，紧紧抱着他的大腿。围观的人群倒吸一口凉气，全场刚刚还暧昧旖旎的气氛，瞬间烟消云散。身后渐渐响起零星的议论声。我被这孩子怨毒的眼神吓到了，一时呆坐在原地。小腹传来隐隐的坠痛，闺蜜六六不知何时出现的，见状她立马扶起我，心疼坏了。九九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摔到哪里？我摇摇头，借着她的力气站了起来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闪过了很多想法，却什么也抓不住。或许是这孩子认错人了呢？马上，现实就狠狠甩给了我一巴掌。许巍将那孩子抱了起来，细心地擦掉他脸上的鼻涕眼泪，
然后才朝我走过来。他那张素来沉稳冷静的脸上，闪过一丝慌乱和歉疚，可一开口，却是一副息事宁人的口吻：“小九，你别多想，月月是我朋友的孩子，认了我做干爸爸。他还小不懂事，刚才不是故意的。”话落，周围的人顿时用一种同情又怜悯的目光看着我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像是被扒光了衣服一样任人打量，难堪又屈辱。六六是个暴脾气，一听这话就火了：“你他妈在放什么屁？你老婆摔在地上，你不来第一时间扶她，也不问问她摔得怎么样，竟然还替撞人的开脱，咋了？这熊孩子是你的种啊？你到底是谁丈夫啊？你对得起九九吗？小九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说。”许巍神色紧张，想过来拉我，却被我躲开了。六六继续火力输出：“这熊丫头是哑巴了吗？恶意撞人，连个道歉都没有，嘴巴这么毒，家教是狗教的吗？不是你许巍的孩子，你替他出什么头？他没爹没妈。”众人小声议论起来，交头接耳的。许巍的脸色难看极了，眉头紧锁，用眼神示意我别再闹了。我心乱如麻，低下头避开了他的视线，只当没看见。香槟酒的苦味还在舌尖萦绕。这一刻，我说不上来心里是什么滋味。许巍和这个孩子到底什么关系？又或者说，他和孩子的家长是什么关系？大概是老天爷也不忍心让我蒙在鼓里。气氛僵持间，一个打扮秀丽、身材高挑的女人从人群中穿越而来，朝我落落大方地伸手：“你好，我叫蝴蝶，古月胡，庄周梦蝶的蝶。我是许巍的老同学，很抱歉，我的女儿刚刚推了你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”我心里猛地一沉，坠得生疼。庄周梦蝶，我记得我刚和许巍在一起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他的网名都是同一个庄生小梦。我好奇问他：“为什么你的网名都叫庄生小梦啊？难道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”他那时低下头，平静地吐了个烟圈，答得漫不经心：“没什么意思，就是用习惯了。平常喜欢研究点道家哲学。”我点点头，没有多想，毕竟谁还没有点个人爱好呢？不过后来我心血来潮，送了他一套老庄著作，可他一本也没有翻过，书放在架子上都落灰了。他给我的解释是太忙了，没时间。果然，感情都是经不起推敲的，一旦怀疑的种子出现，那些过去被忽略的蛛丝马迹，一下子全都被勾连起来，织成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，携着无处可逃的绝望，铺天盖地压下来；又或者串成一把夺命的铁锁，勒得人喘不过气。我难过的想起，同样的事情还有一件，他有一盆蝴蝶兰，精心着养了好几年。有时候我去找他，他不是在书房工作，就是在阳台摆弄兰花。他笑容愉悦地告诉我，很喜欢打理花草时的宁静与平和，而且蝴蝶兰很美丽，所以我又自作主张地送了他几盆花草，全是好养活的品种。但我过了1个多月再去看，除了仙人球，其余的花草全都枯萎了，唯有一旁的蝴蝶兰依旧生机勃勃。他诚恳地向我道歉，解释自己是花草杀手，以前养在他手里的花，只有那盆蝴蝶兰活了下来，所以他才一直没舍得扔。即使从北京跳槽来到这2线城市，他也把它带了过来。为表歉意，他送了我一条6位数的项链做赔礼。出于我那敏感的自尊心，我没有收，我不想被他看低，因为几盆不值钱的花，收他几10万的礼物。虽然他并没有这个意思，那时我们已经交往了大半年。我也渐渐知道他的家世背景很厉害，他家里的叔叔伯伯们不是做生意的，
就是官场上的，而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。但是我们结婚，并没有受到来自他家里的阻力。如果非要形容许家人的态度，大概就是事不关己，不冷不热，互不相干。我也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，只想好好过我们自己的小日子。因为我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家。可是，自从这女人出现后，许巍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那是何等的眷恋与怀念，庄生晓梦迷蝴蝶。此刻真相大白的同时，仿佛有一盆冷水兜头浇下，一股巨大的悲戚感从内心深处汹涌地席卷了我的周身。原来人难过到极点的时候，就连呼吸都是痛的。泪眼朦胧中，我恍然想起了那首诗的最后一句：此情可待成追忆。只是当时已惘然，见我没有与他握手，蝴蝶了然一笑，悻悻地收回了手。我却十分认真地打量着她。平心而论，她长得很漂亮，是一种极具侵略性的美。我便大大松了口气，还好自己的样貌和她没有半点相似之处。忽然，蝴蝶转身面向大家，温柔款款地笑道：很抱歉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虽然我和许巍的确是初恋，但那也是过去的事了。我女儿年纪小，没什么坏心思，她误以为干爸爸也是爸爸，不是故意要给白小姐难堪的。希望白小姐能宽宏大量，原谅她。许巍马上宽慰她：没关系，小九不是斤斤计较的人。天哪，怎么会有人查成这样？该不会是绿茶成精了吧？六六嘴一撇，开始骂骂咧咧，笑死了。这年头，小三还学会倒打一耙了呢，真是贼喊捉贼。人群中立刻有人嗤笑出声。阿魏，蝴蝶眼眶一红，满脸委屈。许巍的眼神变冷了下来，冲我压低了声音怒道：小九！我下意识将六六护在身后。许巍的修养让他做不出打女人的事来，但我知道他有的是手段，让得罪他的人不好过。男人不自爱，就像烂白菜。六六往地上呸了一口，我拍了拍他的手臂，示意安抚。许巍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力压制住自己颤抖的嗓音。为什么我非要面对这种局面，像个孤军奋战的傻子，狂怒无能？而对面站着的却是我的丈夫和他的初恋。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周遭的一切都让我无所适从，只想找个地方赶紧躲起来。你这个坏女人，欺负我妈妈！那孩子猛然打断我的话，嚎啕大哭了起来。他捂住肚子，在地上打滚。爸爸，我肚子好疼，月月是不是快要死了呀？许巍连忙蹲下去查看，蝴蝶也围了上去，两个人都是十分焦急且心疼的模样。远远看去，好像他们才是一家三口，未说出口的回家二字不得不淹没在我的嘴角。许巍没有回头看我一眼，只顾抱起孩子，快步朝外走去。蝴蝶小跑跟在他身后，那孩子趴在许巍肩头，朝我露出了一个得逞又得意的笑容。而与蝴蝶对视的时候，表情立马又变成了讨好和邀功。蝴蝶奖励似的摸了摸他的头，我忍不住哽咽出声：阿魏，我的肚子也好疼啊！哭声碎在冷风里，七零八落。此刻，砰的一声，最后一朵烟花在天际炸开，目送着他们一家三口远去。烟花秀落幕，天空便又恢复了无边黑暗，只留下一地狼藉。刺鼻的硝烟味让人作呕。正如我和许巍的感情，美丽的假象散去后，只剩下鸡毛一地。许巍没有回来，他特意定下的豪华情侣套房内，娇艳欲滴的玫瑰花瓣洒满了房间，却等不回本该赞美他的人了。我把自己埋在被窝里，疯狂翻阅着蝴蝶的微博，这是我从许巍的关注列表里找到的。
他的头像是一只漂亮的蓝蝴蝶，非常明显。在他主页置顶的帖子里，洋洋洒洒的几千字，一点一滴记录了他与许巍刻骨铭心的爱恋，像是知道我会来，专门等在这里一样。他们年少相识，恋爱7年，年年岁岁常相见，朝朝暮暮有欢喜。两个人一起走过了青葱岁月，甜蜜又美好。我就像自虐一般，一遍又一遍地咀嚼着这些文字，看着许巍曾为蝴蝶亲手做了很多浪漫的事，小到记住他不爱吃的薯条口味，大到花心思为他策划一场生日游艇派对。想当初我们刚开始交往时，许巍的直男做派常常让我一个人在那抓心挠肝的胡乱猜测，患得患失。原来他不是不懂浪漫，不是不解风情，他只是不愿意在我身上花心思。我咬着牙继续往下翻蝴蝶的微博。他们在大学毕业时分手，原因是许家看不上小门小户出身的蝴蝶，强制要求他们分开。分手后，蝴蝶出国留学，在国外嫁给了发小，而许巍不满家里人对他的掌控，一气之下离开了北京，那个伤心的跑到了这举目无亲的2线城市，然后遇到了我。我们是在做社区义工时认识的，我对他一见钟情，但他没看上我。我们又常常一起分工协作。后来姥姥生病住院，我去照顾她，碰见了同样住院的许巍。他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，侧头看着窗外，背影孤独而又倔强。床头的外卖只扒了2口，早就冷掉了。于是，在照顾姥姥的同时，我也顺带照顾着许巍。他没拒绝。他出院那天，问我要不要在一起，我当然是欢喜答应的。可现在，我却不明白了，他既然还爱着蝴蝶，为什么要提出和我交往呢？为什么还要和我求婚呢？难道对于男人来说，真的能同时爱上2个女人吗？蝴蝶的微博很久不更新了，我随机点进了一条帖子，是几张聊天记录的截屏，并配文：年少深情也抵不过现实。发帖时间是3年前，危机感驱使我点开了图片，熟悉的微信头像让我一瞬间屏住了呼吸。许巍说：“你最近还好吗？”蝴蝶说：“我要结婚了。”半个小时后，许巍才回他：“恭喜。”蝴蝶说：“你不来看看吗？我很希望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我们认识了那么多年。”许巍说：“不了，女朋友会不高兴。”蝴蝶便不回消息了。我看了一眼日期，是许巍住院的前一天。他深夜酗酒，导致胃出血。那个时候他明明还是单身，哪来的女朋友呢？否则也不会轮到我去照顾他了。几天后，蝴蝶又主动找他聊天。蝴蝶说：“那个女孩对你好吗？她有我好看吗？”许巍说：“她没你好看，但是和你很像，一样的性格脾气。”蝴蝶说：“那你是真的喜欢她吗？”许巍说：“不知道，但她真的很像你。”蝴蝶说：“哦，那结婚呢？”许巍说：“不知道，她适合结婚。”蝴蝶说：“阿魏，这不公平，这对我不公平。”这是最后一张截图，后面他们聊了什么就不知道了。聊天记录的日期正好是许巍出院的那天。我如遭雷劈，看着这些文字和表情包，只觉得自己就像个蠢货小丑，可怜又可笑。原来我真的是个替代品，是他不肯认输，用来掩饰狼狈的工具。庄周梦蝶，蝶梦庄周，是庄周入了蝴蝶的梦，还是蝴蝶入了庄周的梦呢？许巍啊许巍，你与我在一起的这1000多个日日夜夜，究竟是想入他的梦，还是想要他入你的梦呢？我流着泪大笑不止，哭坐到天明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给许巍发了3个字：离婚吧，没必要再纠缠下去了。当你怀疑他，
还在找理由为他开脱时，其实潜意识里已经知道他不爱你的，直接分开是最好的结果。我胡乱洗了把脸，看见镜子里的女人憔悴又枯槁，黑眼圈明显，红彤彤的双眼里血丝蔓延，像是老了10岁。我扶住洗手台，突然忍不住失声痛哭，怎么就把自己搞成这样了呢？明明答应过六六要好好生活的呀，要是被六六看见，他又该生气了。坐在出租车上，小腹又开始坠痛，我有些担心是不是来例假了。我的生理期一向不规律，要是弄脏了人家的车子就麻烦了。窗外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，车窗很快模糊一片。我想起许巍的车里会一直放着不过期的益母草和卫生巾，那时还打趣他终于浪漫一回了。殊不知，人家这东西根本不是为我准备的，他还守着过去不肯放下，期待有朝一日那人能坐上他的车，为他的体贴而欢喜。蝴蝶微博里说过，学生时代，许巍的书包里有个专门的夹层，会为他常备经期用品。我眨了眨眼，抹掉眼泪，不敢哭出声。手机屏幕突然亮起，涌进来几条陌生短信：你们不会长久的，他还爱着我，只要我勾勾手，他就会抛下一切来找我，包括你。知道他为什么会娶你吗？因为我结婚了，因为他家里人逼着他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千金，他就故意作对娶了你，来表达抗争，还有对当年我们被拆散的不满。不然为什么他家里人从来不过问你们的事呢？识相的话，你还是趁早离开，你守不住他的。这次回来，我会把原本属于我的一切都拿回来。他终于忍不住宣战了。昨晚上还只是试探，明明介绍叠字可以有很多种方法，可第一次见面，他偏偏用了庄周梦蝶这个词，还有那些恶毒的话，是一个4、5岁的小孩能自己说出来的。都说每一个作妖的熊孩子背后，必然有一个胡搅蛮缠的家长。我打开家门，迎面碰上了穿着我睡裙的蝴蝶。看见他的那一刻，我浑身发凉，胃里止不住的翻涌，只感觉一阵阵的恶心。那睡裙的边角绣着流光溢彩的蝴蝶，是许巍为我挑选的，果然很衬他。蝴蝶笑盈盈地朝我打招呼：很抱歉，穿了你的衣服，你不介意吧？你来找阿卫吗？我们昨天晚上折腾到很晚，他太累了，还没醒。他那暧昧又得意的语气表情，好像他才是这家的女主人。我狠狠抠住手心，粘稠的如诗感传来。他又状似无意的夸赞：这房子装修的不错，和我当年画的设计图一模一样。身体越来越冷，恶心，太恶心了！这个房子，我是1分1秒都不想再待下去了。这种上门挑衅的第三者，我想原配应该一个大笔斗山过去才对。事实上，我也这么做了。啪啪2声，我左右开弓，给他扇了个对称，掌心的血呼了他一脸。他捂着脸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尤其是摸到脸上的血后，更是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。六六出现在我身后，坏笑着调侃：快去找许巍哄哄你呀，瞧瞧这小脸都肿老高了。我不怕他向许巍告状，我还怕他不说，耽误我离婚的进度。他愤恨地抬起手，似乎想打回来，却在半空中被一只修长的大手拦住了。许巍推开蝴蝶，皱着眉打量他：你怎么穿着小九的衣服？我记得告诉过你，衣柜里有他没穿过的新衣服。蝴蝶指着脸上的血，带着哭腔撒娇：阿卫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看这个裙子很像我以前穿的，我以为是你收藏的，就穿了。我也就待1晚上，不想浪费白小姐的新衣服。可是白小姐下手也太狠了，你看我都破相了。闻言，许巍缓了缓脸色，轻声安慰：没有破相，
不是你的血。可是白小姐她……许巍不咸不淡地打断他：“月月醒了，你该去看看她了。”见他一脸的不容商量，蝴蝶不情不愿地走开了。支走了人，许巍温柔地拉起我的手：“怎么这么不小心，把手弄破了？你看手机了吗？”我不答反问，他便沉默了，半晌才道：“我不同意离婚。”我翻出行李箱，开始收拾东西。许巍走进来，猛地从身后拦腰抱起我，将我抵在墙上，细密的吻随之落下来。他轻声呢喃着，毛茸茸的脑袋在我身上蹭来蹭去：“小九儿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和蝴蝶根本没有什么。月月她有先天性心脏病，昨晚不舒服，我们照顾了她一晚上，她半路还吐了，弄脏了蝴蝶的衣服，孤儿寡母的，天太晚了不安全，我就先把他们带回来了。可笑这一刻，我竟然还带着几分希冀，期待他能说出什么令我欢喜的话。以往我们闹别扭，每次他这样哄我，我都会心软得一塌糊涂，什么气都消了。只是这次，我不想再惯着他了。我漠然地推开他，语气冷淡：“家里的一切都是你的婚前财产，我净身出户。当然，你要是想给我补偿，我也不会拒绝。离婚协议你来拟，通知我签字就行。回头上民政局把手续办了。”白初九，他骤然拔高了声调，眼里的怒火犹如实质，化为利剑，毫不留情地刺向我。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别胡思乱想了，行不行？我和他清清白白，月月也不是我的孩子，事情我已经解释了。”我问心无愧：“你别再无理取闹。”好一个问心无愧，好一个无理取闹！你担心他们母女不安全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被你丢在城郊景区的妻子，孤身一人安不安全呢？我张了张嘴，却还是什么也没说，多说无益，说了也只不过是把自己的伤口血淋淋地剖给别人看，让人白白笑话。我绕开他，打算空手离开，行李也不需要了。他阴沉着脸，气急败坏地拦在我面前：“我承认是我错了，昨晚不该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。可事急从权，你就非要斤斤计较吗？”我沉默着，目光轻轻落在他的无名指上，那上面的婚戒已经不翼而飞，只留下一圈浅浅的印记。尽管他昨晚还在见证了我们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，他显然也注意到了，下意识将手藏在背后，表情仓皇而又局促。我昨晚洗澡，戒指放洗手台上了，可我已经没力气去听他解释了，疲惫地叹了口气：“我没有说你出轨。”闻言，他神情一松，脸上闪过一抹喜色，但不等他开口，我又故作平静道：“你只是从来都没喜欢过我。”面上风轻云淡，其实心里早已疼得滴血，千疮百孔。他薄唇翕动，似乎想解释什么，溜溜在外面破口大骂：“这狗逼，脑子被门夹了吧？臭傻逼，吃屎去吧！九九别怕，有我在，你大胆的骂！”我笑了笑，继续说道：“我知道那不是你的孩子，是蝴蝶前夫的。”我仔细回忆着他微博里的内容，努力控制着语气，尽量显得心平气和些。他前夫烂赌酗酒，还家暴，离了婚也依旧纠缠他们母女，所以蝴蝶回国了。虽然他国内朋友众多，但也还是来找你这个初恋寻求庇护。我慢慢摘下手上的婚戒，放在床头柜上，而你对他也还念念不忘。你们郎有情妾有意，我把位置让出来，成全你们破镜重圆不好吗？毕竟只有离婚了，你才能娶她不是吗？你也不忍心看他们孤儿寡母的，一直受蝴蝶前夫的骚扰吧？说到最后，我还是忍不住阴阳怪气起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脸色一变，陡然抓住我的手腕，力气之大，像是要把它折断。他神色冰冷，
眼神狠厉，怀疑的目光一秒不停地劈向我。你调查我们？我看着他气愤到扭曲的脸，额头青筋暴起，突然间觉得好像不认识这个人了。是他自己说的。忍着手腕剧痛，我艰难地掏出手机，翻出那几条短信。你们那点破事，我看一眼都嫌脏。他粗暴地抢过手机，一目十行地扫完了，然后却将手机关机，揣进了他自己兜里。你干什么？我心里一沉，伸手就要将手机夺回来。他单手钳住我双手，轻巧地将我置在怀里，压低了声音轻哄，语气却带着淡淡嘲弄。我不会同意离婚，哪怕你要打官司，也不可能赢得了我。再说离了婚，你父亲该怎么办呢？投机失败，欠了好几百万外债，他来找我这个女婿帮忙，我也不好意思置之不理。还有你姥姥，老人家有高血压，去年才做了心脏搭桥，住在疗养院的费用也不低。你一个小科员，怎么照顾姥姥呢？身体从未像现在这样冷过，仿佛一瞬间掉入深渊。我气得嘴唇哆嗦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，胸口疼得厉害，只能恨恨地瞪着他。他拿过柜台上的戒指，一点点旋进我的无名指深处。我很久没见姥姥了，不如过2天我们去看望看望。刚才我给岳丈打了个电话，说你心情不好闹离婚，也许会回去住几天。我用尽力气抬起手，想要给他一巴掌。你无耻，却软绵绵的像打在棉花上。他面无表情地抓住我的手。你好好冷静一下，离婚的话以后不要再讲了。他果真懂得怎么拿捏人心，拿捏我。他明明知道姥姥身体不好，受不得刺激，也明明知道我跟家里的关系很差，他们恨我，却又不得不依赖我。可他还是这么做了。绝望悄然蔓延，于无声中崩裂。我咬紧牙关，喉头哽得生疼，脑中一片空白茫然，出声的勇气和力气早已不复存在。过了好久好久，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：许巍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话刚一出口，眼泪便争先恐后地落下来，汹涌如决堤。你可以不爱我，但你不能继续作践我。我不受控制地蹲下去，全身抖动着，双手紧紧捂住脸，不想让他看见我狼狈不堪的样子。但眼泪还是不听话，一滴滴砸下去，很快阴湿了一小片地面。你不能这么做，你是知道我的情况的，我缺爱，很缺。我曾经无比渴望一个家，我曾经以为你是爱我的，所以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可以不在乎你的身世背景，也从来不过问你的过去。但你不爱我，你不能给我一个真正的家，那我要这婚姻还有什么用？守着一个不爱我的人，与守墓有什么区别？难道要我摇尾乞怜，去跪求你施舍的那点爱吗？所以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喃喃地重复着，整个人仿佛陷入一种封闭的状态。许巍显然没见过我这样子，他顿时慌了神，惊慌失措地抱起我，将手机强硬地塞回我手里。小九，你冷静点，你看看我是谁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你别哭了，把眼睛哭坏就不好了。他手忙脚乱地给我擦眼泪。我答应你，不会丢下你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等我处理好蝴蝶前夫的事，就带你出国玩。你不是一直想去巴黎吗？我们不仅要去法国，还能玩遍欧洲，不离婚，好不好？他胡乱亲吻着我的额头，我几欲作呕，眼前一阵发黑，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？我想要歇斯底里的大吼，话出口却只是气若游丝的呢喃。六六似乎是听见了这里的动静，焦急地在门外大喊：九九，你怎么了？九九，你开门让我进去看看啊！
我一直在这里啊，九九你别怕，有我在的。乍然听见六六的话，我却惶恐极了。不行，不能让六六进来，六六看见了会气哭的。我闭上眼睛，用力捶打着脑袋，试图逼自己晕过去。只要我睡着了，六六就会离开的。这一举动果然吓到了许巍。小九，你别这样，是我的错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别伤害自己。他慌乱地抓住我的2只手，捞起床上的毯子，将我严严实实地包圆了。我被裹得像个粽子一样，被他紧紧抱在怀里，再也动弹不得。他柔声安抚，表情很是凝重。小九，你这状态有点不对，我给你预约个心理医生，我们去看一下好吗？我下意识地心生抵触。正在这时，屋外起了动静，是蝴蝶在敲门。阿卫，我和月月打扰你太久了，白小姐可能不欢迎我们该走了。还有你的婚戒，我放在茶几上了，没得到想要的反应。他又不死心地敲了敲门。阿卫，我要走了，你不出来送送我吗？许巍正要起身，看了我一眼后又不动了。抱歉，蝴蝶，我和小九在睡觉，现在不太方便出门，你们打车回去吧。他错愕地发出一声鹅叫，便彻底没了声响。午后的阳光很刺眼，但也很暖洋洋。私人诊所里，心理医生问一句，我答一句。那么，白小姐的情绪异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医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认真地发出询问。我摇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倒是许巍替我答了。上个月初9是他哥哥的忌日，而且那天他一直喂养的流浪猫。说着，他顿了顿，不放心地看了我一眼，见我没什么反应，才继续道：那只流浪猫被人抓走虐杀了，尸体丢在了停车场里，场面过于血腥。他找过去的时候，差点被吓昏，回来之后就一直哭，怎么哄也哄不好。我以为他是被吓住了，也舍不得小猫，但是过2天见他情绪好转，我就没放在心上。毕竟我们在一起3年，他的心态一直都很乐观积极，除了和父母的关系不太好，关系何止是不好，他们简直恨不得我去死，死得越远越好，是这样吗？医生转头看向我，我敷衍地点点头，他便没再问什么，低头在病历本上写画画。诊室里一片静谧，突兀的电话铃声猝不及防地响了起来。许巍说了声抱歉，连忙接通了电话。那头立刻传来蝴蝶求救的哭声：阿卫，你快来，他又来了，他又找上门来了，他说要弄死我们母女。你等等，我马上赶过去，你先稳住他。许巍神色担忧，抓起外套就要走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脚步却不停。小九，蝴蝶她前夫找上门了，我得去处理一下。说完，也不等我反应，他便步履匆匆地离开了。医生有些错愕，不过还是尽责地问道：白小姐，最近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吗？我想了想，正在离婚，算不算？为什么离婚？他初恋回来了，他们旧情未了。医生眉心一跳，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。接下来又是他问一句，我答一句，眼看快要结束了，他突然收起笔，表情严肃，眼神锐利地紧盯着我。白小姐，我们不喜欢病人撒谎，隐瞒重要信息，这会对我们的诊断造成误导，还请您能实话实说。我心底一惊，不由得低下头，避开他的目光。医生也不催我，耐心地等我开口，气氛就这么僵持着。良久后，我才低声道：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但是我们已经有10年没见了。我转过头，与玻璃门上的六六相视一笑，他兴奋地朝我摆摆手，笑容灿烂如烈阳，还穿着我们初见时的那条蓝裙子。只是
裙子上怎么会有血迹？明明上个月重逢时还干干净净的。我揉了揉眼，心想可能是最近太累了，看花眼了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？医生放缓声音，循循善诱道：“别害怕，说出来。”我茫然地看着雪白的墙壁，努力地组织着语言。他是我幻想出来的，可能因为我当时太难过、太孤独了。我知道你们把它叫做精神分裂症，但我不认为我有病，我只是想有个人说说话。每个来我这里的人都不觉得自己有病，可他们还是来了。医生小小幽默了一下，试图活跃气氛。诊室里，舒缓悠扬的钢琴曲流淌在半空中。可以说说你是怎么幻想出来的吗？医生递给我一杯热水，我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大口。热水带来的温暖缓缓传遍周身，给了我些许安抚和力量。15岁那年，我摔到了脑袋，昏迷了5个月，在梦里认识他的。那5个月，我虽然是昏迷的，但我感觉我是有意识的，因为我做了很长的一个梦。梦里有一座很大很漂亮的高中，我和他都是新生。她穿着蓝裙子和我打招呼，我们一见如故，情同姐妹，度过了很开心的高中3年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梦里我考上了大学，他选择出国留学，因为他妈妈离婚后去了法国巴黎，所以他要去找妈妈。那你现在还会看见他吗？医生小心试探着问。我摇摇头，面不改色的撒谎，一次也没有。我醒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，但是我会在脑子里幻想他的故事。他去了法国之后会过得怎么样？他有没有结婚？她的丈夫又会是怎么样的人？嘻嘻，其实上个月我又见到六六了。当时我一个人在家切水果，精神恍惚了一下，不小心滑到了手腕，六六便出现了。10年没见，她依旧穿着漂亮的蓝裙子，面容一如16岁的青涩和鲜活，俏生生地站在楼下，喊我出去玩。我很开心，那天饭都多吃了一碗。虽然理智告诉我这很不对劲，但我贪恋这样的快乐，只想沉沦下去，不想失去六六。如果我告诉了别人这件事，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有病，会让我去治疗。这样子，万一赶走了六六呢？万一他消失了，再也不出现了呢？难道我要去等下一个10年、20年吗？昏迷这件事是谁告诉你的？医生眉头紧锁。姥姥，她对我很好，我很感激她。如果没有她，我早就被迫中断学业，只等18岁一到，就滚出去自食其力了。医生再次推了推眼镜，那双幽深难测的眼睛望过来，好像能洞穿人心，直面黑暗。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梦不是假的，是真实发生过的，而六六也是真实存在的人呢？怎么可能？”砰！水杯被打翻，咕噜噜地滚在地上，热水洒了一身。我惊得豁然站起身。如果六六是真实存在的，那我为什么从来没见过他？昏迷前没见过，醒来后更没见过。姥姥有什么理由要骗我？我过去20多年的生活里，更是毫无六六存在过留下的痕迹。倘若六六是真的，那他现在又在哪里？他知道我吗？为什么从没来找过我？我直愣愣地站着，脑子里乱成一团，身体无意识地发着抖，一阵比一阵冷。医生走过来喊了我好几遍：“白小姐，我建议你尽快接受治疗，你的情况可能有些严重。我怀疑你曾经遭受过严重的心理创伤，或许由于人体的自我防御保护机制，大脑将那段记忆删除或隐藏了起来。而流浪猫死亡和离婚这2件事，使你再度受到了精神刺激，病情有复发的迹象。但我现在也不好下定论，所以建议你定期复诊，配合我们查明病症。
这不可能，我不信，我没有病，更没有失忆过，你们都在骗我。我胡乱地抓起包，费力地扶着墙壁，一步一挪地朝门口而去。医生想要拦住我，却被我咬了一口后狠狠推开。对不起，我跌跌撞撞地冲出大门，几乎是落荒而逃。车水马龙的大街上，我漫无目的地游荡着，医生的那些话犹如恶魔低吟，一刻不停地盘旋在耳边，又从四面八方层层包围过来，仿佛要将我溺毙。我极力搜寻着脑中记忆，想要记起关于六六的任何蛛丝马迹，却一无所获。脑袋开始隐隐作痛，灵魂深处传来的战栗，像是有什么可怕的怪物要跑出来，背后骤然升起一股寒意，冷汗慢慢浸透了后背，呼吸也越来越急促。我再次难以自抑的浑身颤抖，止不住的干呕，不得不强迫自己停止想这些事情。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凉风乍起，我捏着家门钥匙，却不知道该去哪里。六六无声地跟在我身后，不远不近。天彻底黑下来后，我爸的电话虽迟但到，因为他最喜欢下班之后在晚上的饭桌上喝着小酒，展现他一家之主的威风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打起精神按下接听键，一接听便是他劈头盖脸的怒骂：白初九，你翅膀硬了呀，谁他妈允许你闹离婚的？不就是一个初恋，哪个男人没点花花念头？别说小许也没出轨，小孩子先天性心脏病犯了，孤儿寡母，他帮个忙怎么了？你怎么就这么冷血？你弟弟马上要毕业了，工作那么难找，房子车子那么贵，小许家里那么有钱，亲戚还是当大官的，你弟弟可就指着你了。你要是敢离婚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我麻木地听着他的狂怒，心里激不起一点波动，甚至还有点想笑。六六蹦蹦跳跳地来到我面前，搞怪地扮着鬼脸，哄我开心。我刚想笑一笑，却发现他及腰的长发竟然不见了，光秃秃的脑袋上几个烟头烫出的疤痕，丑陋而诡异。蓝裙子上的血迹也越来越多了，几乎染红了他半边的身子。刹那间，脑中有什么血红的画面一闪而过，场景真实的让人恐惧。我想要仔细看清楚，可是一波波锐痛接连袭来，我的头疼的好像要炸开。现在马上，你给我回来一趟！电话里，我爸还在咆哮地命令着，头越来越疼，连带着全身都痛。我难受得一边干呕一边流泪，身上的力气渐渐被抽空，腿一软，双膝砸在地上，手机从掌心滑落，掉出老远。即使这样，也依然能听见里面传出高亢又尖锐的女声：“是我妈抢过了电话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你个丧门星，杀千刀的！你一出生我就该掐死你的！”她在那头歇斯底里地尖叫着：“你离婚了，你弟弟怎么办？你害死了你哥，还想要害他呀？没脸没皮的畜生！我就是养条狗都比你强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赔钱货！那天死的怎么不是你呀？你个贱骨头，怎么还有脸活着的？快点去找个地方上吊啊！”他的嗓门之大，用词之恶毒，令路人为之侧目。这样的话，他骂了我20多年，他永远都在源源不断、时时刻刻地散发着对我深入骨髓的恨意。我早该习惯的，但难过和痛苦也是不可避免的。我艰难地支起身子，手脚并用地捡起手机，哆哆嗦嗦地挂掉电话，世界便一下子清静了。我脱力地倒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，像一条濒死的鱼。初九，初九，这个名字就像个抹不去的诅咒一样，深深纠缠了我20多年。我叫白玉贤，是哥哥给我起的名字。哥哥是家里对我最好的人了，
6岁那年，12岁的哥哥骑电动车带我去兜风，把唯一的头盔给了我。车速很快，刹车失灵，迎面而来的大货车急促的鸣笛，刺耳的刹车，砰！一阵天旋地转后，世界颠倒，血色漫天，悲声四起，哭天抢地。葬礼上，人群小声议论：“哎，可惜了，男娃没戴头盔，当场没命了，脑浆都流了一地。女娃走运，戴了头盔就摔断了腿，司机没啥事，但是估计得赔死。这家人死了个儿子，不可能善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的名字改为了白初九，父母要我永远记住哥哥的忌日是农历初九，因为他们认定是我害死了哥哥。他们恨我，为什么要和哥哥抢那唯一的头盔？为什么不把头盔让给哥哥？为什么死的不是我这个赔钱货，而是他们品学兼优的儿子？失去最疼爱的大儿子后，我妈逐渐变得扭曲又疯狂。世上所有的恶毒词汇，只要她能想到的，都会统统施加在我身上。但是在外人面前，他们又深知家丑不可外扬，会伪装得非常完美，俨然一对成熟稳重、宽厚慈祥的父母。如果我说出实情，周围人就会骂我不要脸、白眼狼、心眼忒坏。明明害死了哥哥，父母大度不计较，怎么还能心安理得地反过来埋怨父母？在所有人的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，能活着就该知足了，是没有资格提出抗辩的。除了许巍，他不认为那是我的错，反而认为是家长没有保护好孩子。对于我能嫁给许巍，父母显然没有欣喜，只有愤怒和怨恨。我这个害人精怎么可以过得好呢？我就应该穷困潦倒、碌碌无为，一辈子发烂发臭，用一生赎完我的罪孽才对。但在许巍面前，他们不仅不会表现出对我的厌恶，还会表现得对我疼爱有加，宠女非常，事事以我为先。但许巍是何等的聪明，只拜访过几次，就摸清了我家的情况。只是他假装不知道，那次周末，我妈不打招呼，突然冲进我的出租屋，疯了一样把我打了一顿。许巍正好来找我，亲眼目睹了一切。我妈向来喜欢在人前保持她知性优雅的形象，一看准女婿来了，立马收起了她那副撒泼打滚的嘴脸。他走后，屋里一片狼藉，在许巍震惊和不解的目光中，我蹲在地上，除了难过和痛苦，还有极度的羞耻和自卑。我顺势提出了分手，但他拒绝了。他替我收拾好屋子，紧紧地抱住我，郑重地许下承诺，会给我一个家。我信以为真，并奉为圭臬。可是现在，我没有家了，一个家都没有了。我把自己关在了酒店房间里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只做这2件事，什么都不去想，什么都不敢想。我怕一旦打开那个口子，自己会变成一个疯子。手机被调成了静音，有许多的电话和消息陆陆续续地跳出来，许巍的、同事的，还有父母的。我躺在地上，眼睁睁地看着屏幕亮起、熄灭、亮起，再熄灭，直至手机没电自动关机。66坐在电视柜上，晃动着2条细细的腿，笑嘻嘻地给我唱歌听。我闭上眼睛，心想就一直这样下去吧，就这样一直沉沦下去。没有爱人的背叛，没有糟糕透顶的婚姻，没有冷漠无情的父母，只有我和66，没有任何人会来打扰我们。我被饿醒了，但我一点也不想动弹，忍着饥饿，我逼迫自己入睡，饿醒，再睡，又饿醒，再睡，可醒，再睡。窗外从白天变换到黑夜，再从黑夜变换到白天，光线明明暗暗，太阳与月亮轮番东升西落，不闻昼夜，不知时刻。
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是被敲门声吵醒的。我头晕眼花，耳鸣不断，拖着沉重的身躯打开了门。原来是酒店的人见我好几天没出门，不放心来问问。由于长久未进食，身上没有力气，嗓子也火辣辣的疼。我几次张嘴都发不声音来，无奈我只好指着床上的面包和水，比划着手语说自己是在封闭创作。迎着经理狐疑的目光，我顺便借了个充电器，手机一打开，无数条消息和未接来电瞬间涌进来，卡得手机一度闪退。等手机彻底安静下来，我直接将那些消息全部标为了已读，只点开了一条，是姥姥的：“玉玉啊，姥姥想你了，来看看姥姥吧。”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。姥姥对我其实并不怎么亲近，但却是我从小到大为数不多的温暖了。15岁那年暑假，我妈烧了我的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，为了眼不见心不烦，她干脆把我送到了乡下姥姥家，只等我一成年就撵出去自生自灭。但她对外的说辞是我自己叛逆闹脾气，不肯读书了，学业中断，是姥姥出面供养我继续读高中和大学。可以说，没有她，就没有后来光鲜亮丽的白初九。所以我很感激他，对于他的要求，我也从来不会拒绝。狼吞虎咽地啃完面包，我匆匆洗了个热水澡，把自己收拾一新，才出发去了疗养院。姥姥看起来气色不错，反倒是我脸色惨白，嘴唇发紫，眼窝深陷，不人不鬼的。她看了一眼后，叹了口气，却什么也没说。聊了些家常后，他还是不可避免地提起了离婚这事。你爸妈给我打电话了，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没错，你谅解一下他们，毕竟幺儿是你弟弟，可都指望你这个姐姐呢，你也该帮他的。我听了，顿时心生厌恶，疲倦地按了按太阳穴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没当面发作。爸妈恨我不假，可哥哥去世没2年，他们就想方设法地生了弟弟，拿着大把的赔偿金，给予小儿子一切最好的。这个集全家之力供养出来的高材生，高考分数却只堪够民办大专，志愿选了所谓的国际班，学费贵得离谱。他们也掏钱掏得心甘情愿。小许这事没犯原则性错误，他也没说要和你离婚，这过日子不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？他这样条件的男人，打着灯笼都难找，错过了可就再也没了。玉玉，你不能太任性。果然，细究起来，姥姥还是站在爸妈那一边的。我举起刚削好的苹果，面无表情地咬了一口。姥姥接苹果的手就那么尴尬地停在半空中，细嚼慢咽地啃着苹果。我问了他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。我记得15岁那年，我昏迷了5个月。你跟我说是因为我跟弟弟打架，摔到了脑袋才会昏迷的。可医生跟我讲，我失过忆。我想了想，也只有那5个月没有记忆，一点点印象都没有。所以我真的是昏迷了5个月吗？他的眼神顿时有些躲闪，说话也有些底气不足。可不是吗？你妈不让你上学，你气不过，跟幺儿吵架，打了起来，结果摔了一跤，磕到脑袋了。你不信的话，你弟弟手上还有你咬的牙印子呢。确实，那废物手上有个牙印，是我牙齿的形状。见我还在思考，他掩饰性的咳嗽2声，开始转移话题。这些天小许找不到你，都急死了。我已经告诉他你在这里了，还有你爸妈，他们一会就到。有什么事，大家最好能坐在一起说开，好好把问题解决。有姥姥在，他们不敢拿你怎么样的。以前那些事就算过去了，你也别放在心上了。咣，椅子被猛然带翻在地，我疼得站起身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
为什么非要这样做？为什么都一把年纪，半截入土了，不去安享晚年，还要搅和进晚辈的事，争着抢着做那种大家长的事，好来显示他长辈的权威吗？将苹果扔进垃圾桶里，我转身就走。可是已经迟了，人未至，声先到。我妈的怒骂早已响彻走廊，我的身体控制不住地发起了抖，力气几乎被抽空。白出九，你长本事了呀，敢给我甩脸子了，挂我电话，谁他妈给你的胆子啊？躲，有本事你躲一辈子啊！你以为你躲起来，我就找不到你了？门被踹开，迎面一个黑色挎包飞过来，砸在我的脸上，锋利的金属片划过了我的眼角，左眼的视野瞬间被红色淹没。我妈像个冲锋的战士，挥舞着双手，旋风般向我袭来，拳头、巴掌、指甲，凡是她能用到的武器，都毫不留情地招呼在我身上。我爸事不关己地站在门口，仿佛局外人一样，冷眼看着这场闹剧。六六努力地挡在我身前，可他挡不住，头皮被扯得生疼，脸上的巴掌声清脆又响亮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眼前一片模糊。我妈跪压在我身上，用膝盖死死顶着我的小腹，我只觉得腹中翻江倒海，像是有一把绞肉刀在里面生拉硬扯。可我胃里没有东西，涌上喉咙就只有一股股酸水。他的眼神怨毒又冰冷，看我像在看仇人。如果杀人不犯法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掐死我。可即便被打得像条死狗一样，我也不肯发出一声求饶。神志不清间，我只觉得自己宛若灵魂出窍一般飘在了半空中，看着我妈正在教训一具毫无生机的尸体，又突然被拉扯回身体里，遭受着仿佛没有尽头的痛苦。我渐渐放弃了挣扎，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忽然涌上心头：如果我死了，他们会为我感到伤心吗？会后悔这样对我吗？会为我痛哭流涕吗？这样想着，胸中撑着的那口气陡然就散了，一股热流瞬间冲破阻碍，悲戚地从下身涌出，又凶又急。头顶似乎传来姥姥惊恐的大喊：别打了，玉玉流血了。冥冥之中，我恍惚听到了孩子的啼哭声，微弱的机不可闻。好冷啊，冷到了骨子里，冷的牙齿都在害怕地打颤，仿佛生机在迅速流散，眼前逐渐被黑暗覆盖。我将坠入长眠。九九，活下去！我求你活下去，好好替我活下去！于黑暗中，平地一声惊雷，仿佛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也有人这么歇斯底里地对我喊过。身边脚步声杂乱，好像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进进出出，有人在大喊救命，有人在尖叫怒骂，有人在哭泣求救。场面一片混乱，我好痛，全身都在痛，我难受地蜷缩在地上，头疼得简直要爆炸。就像有人在拿着一把斧子劈来砍去，那个怪物在悄然苏醒，他挣脱枷锁，迅猛地逃了出记忆的牢笼。骑在我身上掐我脖子的人，逐渐变成了一个健壮的男人，周围的场景也慢慢变换成了另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一间破旧的校舍，发霉且潮湿，头顶落满灰尘的白炽灯，吱呀吱呀转悠的风扇，脱落的墙皮丑陋又恶心。视线向下，血，好多血，大滩大滩的血迹蜿蜒在地。耳边是谁在尖叫？是谁在狞笑？又是谁在嚎啕大哭？无数的光影，男男女女，痛苦的哀嚎，得意的狂笑，各式各样的伤口。一道强烈的视线扫过来，我艰难地转过头，我看见一个满身是血的少女，她一动不动地倒在血泊里，裸露在外的皮肤遍布青紫，她睁着大大的双眼，一条丑陋而狰狞的刀伤
从眉毛贯穿到了下巴，腰上一个黑漆漆的血洞，正鼓鼓地流着血。他是谁？求求来个人告诉我他是谁！我流着泪，身体无意识地抽搐着。一个熟悉的名字于巨大恐惧中诞生，他是六六啊，我的六六啊，是说过69一生一起走，永远不分离的六六。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又大又漂亮的高中，根本没有慈祥宽容、爱护学生的好老师，更没有什么互帮互助、友善热心的同学，只有像魔窟像地狱一样的张玉书院，一言不合就拳打脚踢的教官，麻木不仁且死气沉沉的同学，沉闷压抑逼得人发疯的校园气氛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段记忆我找回来了。可为什么会是这么的令人绝望呢？为什么会让人痛苦的想要死掉？六六恋恋不舍地看着我，干裂的嘴唇无声息动，笑着安抚我：活下去，一定要活下去，好好替我活下去，不要，我求你不要死，我求求你。我想要尖叫，可是嘴巴张得老大，喉咙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来，胸口像是塞满了刀片，连呼吸都会疼得撕心裂肺，想要冲过去抱起六六，身体却像绑了1000斤重的石头一样被钉在地上。无论我怎么用意志催动，手脚都生不出一丝力气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他要死啊？明明说过要带我走的，明明说过要认我当妹妹的，明明说过要供我上学、养我长大的，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？怎么就可以不要我了呢？都是一群骗子！眼前又是一阵人影晃动，身上一轻，压着我打的人被猛然推开了。小九，你醒醒，你不要吓我！有人惊慌失措地抱住我，手臂箍得紧紧的。小九，你坚持住，医生马上就要来了。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我早已分不清现实与虚幻，只是听见这人陌生又熟悉的声音，心底却能生出无穷无尽的厌恶。又来一个坏人，一定是来害我和六六的。我要保护六六，不能让他再受伤害。我要救六六。我右手胡乱地在地上摸索，想要找一件撑手的武器，竟然抓到了一把水果刀。天助我也！我凭着感觉，举刀狠狠朝眼前人用力刺了下去。没有人可以伤害六六啊！一声女人害怕的尖叫。她在做什么？一刀接着一刀。我机械地重复着动作。所有伤害我和六六的人都该死。眼前人好像感觉不到痛，依然抱住我不放手。小九，你先冷静，把刀放下。这里没有坏人，坏人都被我打跑了，没人会伤害你的。我依旧喃喃自语，没人可以伤害六六，你也不行。手腕骤然一阵剧痛，刀被人夺走了，他的声音也随之变得恐慌极了。这里没有什么六六，小九，你睁开眼看看我，没有谁可以伤害六六。小九，你看看我，是我呀，我是阿卫。哈哈哈哈！一片嘈杂中，突兀地响起了老女人的哈哈大笑。这贱丫头疯了，她又疯了！哈哈哈哈！真是报应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另一道苍老的声音愤怒地打断了她。恨铁不成钢，你忘了10年前她疯过的样子了？拿把菜刀追着人砍，腰儿衣服都被砍烂了，做了好几天噩梦。要不是她后来发烧烧坏了脑子，把那件事忘了，你一家老小早就被砍死了。我当年出钱又出力供养他读书，为的不就是不刺激他再想起来发疯？现在疯子砍人可不犯法，不想死就给我闭嘴！那个女人便没了动静。有人在大喊：医生来了，快让开，让医生看看！有人生气斥责：快打120啊！病人这是大出血，赶紧送医院去呀！我们疗养院又不能做手术。声音渐渐远去，突然一切嘈杂都消失了，
仿佛做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噩梦，醒来依然会泪流不止。床头趴着一个人，是许巍，他被惊醒了，连忙抓住我的手，很是担忧：“小九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左眼被敷着绷带，我只能缓慢地转动着右眼，看向这个我曾经很爱的人。他变得很憔悴，胡子拉碴，双眼青黑，头发也乱糟糟的，右手臂竟然还绑着绷带，被吊在胸前，血迹隐隐透出纱布，看起来伤得不轻。但我懒得去问他为什么会受伤了。以前他破个皮，我都要大惊小怪的。什么时候离婚？我用力张开嘴巴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朝他比出这几个口型。他显然是看懂了，一瞬间脸色惨白。我不同意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孩子没了，我们以后还会再有的。他俯身将我拥入怀中，语气心疼得无以复加。我一怔，手不自觉地抚向小腹，突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眼泪越流越多。我还在笑，挺好，这孩子真幸运，不用来这世上受苦受难了，不用重蹈妈妈的老路了。毕竟一个不被父母所期待的孩子，活在世上只会痛苦、无助和绝望。挺好，也省得我还要做抉择，与不相干的人继续扯皮纠缠。可是明明是该开心的事，为什么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？一定是我太高兴了，喜极而泣，一定是眼泪弄湿了左眼上的绷带，刺激到了伤口，把我疼哭了。那个不相干的人此刻正紧紧抱着我。小九，我们不离婚，等你出院，我们就离开这里，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好不好？不好！我想要推开他，他不肯放手，我就死命捶打他手臂上的伤口，一下比一下重。他吃痛的闷哼，但就是不松手。我打累了，气喘吁吁地倒在床上，他手臂鲜血淋漓，纱布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了，偏偏他还若无其事地替我掖好被子，眼神温柔似水。小九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找医生换一下药，一会就回来陪你。他泰然自若地在我额头落下一吻，转身离开。许巍，我忽然极其短促地叫了他一声，怎么了？他立马笑着回头，我去就回，不会离开太长时间。你不要害怕，你为什么就不肯离婚呢？我轻声问，他的笑容险些维持不住，脸色有些僵硬。小九，以后这样的玩笑不要再说了，一点也不好笑。你乖乖在这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，是不是只要我死了，你就会放过我了？我低声呢喃，像是在说给他听，又像是在说给自己听。他却是慌了神，三步并作两步走回来。小九，你别胡思乱想，你现在是生了病，才会有这些不好的想法。他伸手想触碰我的脸，却被我躲开了。那你好好休息。他故作释然地收回了手，落寞地离开了。病房里静了下来，不多会，有人摇着轮椅进来了，是姥姥。她表情有些不安又局促，先是说了许多关心我的话，我犹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没有反应。然后她话锋一转，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：“玉玉啊，你跟小许说说情，他报警把你妈抓了，你让小许撤销好不好？我知道这对不起你，可她毕竟是我的亲女儿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一把年纪受苦啊。幺儿也不能有一个坐牢的妈。”我以为是我精神恍惚听错了，难以置信地嘶哑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他虽然满脸羞愧，但还是重复了一遍，心死或只在一瞬间。可我现在只能像个废物一样，瘫痪似的躺在床上，连翻身背对他的动作都做不到。他甚至离得更近了，还在絮絮叨叨地劝我。我痛苦难耐地蹬着被子，捂着脸嚎啕大哭：“求你，求你不要再说了！我求你，别再说了！
玉玉，你就可怜可怜姥姥，姥姥年纪大了，都要入土的人了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可怜你，那谁来可怜可怜我？”输液管刚缠上脖子，就有人如旋风般冲了进来。小九，许巍回来了。小九，你怎么了？我回来了，你别害怕。他掀开被子，把几乎浑身湿透的我从里面掏了出来，拿开了我脖子上的输液管。姥姥还想说上两句，却被他直接赶了出去。小九，我没想到他会过来，是不是他说了什么吓到你了？他疼惜地擦掉我额头的汗，别哭了，眼睛上还有伤，伤口不能沾水。他小心地用棉签给我擦掉眼泪，拍打我的背替我顺气。有我在，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。我麻木地看着雪白的天花板，一动不动，一言不发。针头掉了，我去找护士给你重新扎一下。他替我盖好被子，就要出去。我突然伸出手，死死揪住他的衣角，低声下气：“我求你签字，离婚好不好？”他没说话，只强硬地抽走了自己的衣服。我颓然地抓着自己的脑袋，绝望地把头塞进了枕头下面。我就是一个神经病，我发疯了会砍人杀人。你为什么要和我一个精神病在一起？就当我求你，我跪下来求你离婚行不行？他轻轻把枕头拿开，重新放在我身下。小九，我说了，你只是生病了，才会有那些不好的念头。等你病好了，就会正常了。不会的，不可能会好的，永远都不可能。正拉扯间，护士一声怒吼响在门口：“吵吵什么呢？整层楼就你们这间房最闹腾，离老远都能听见你们鬼哭狼嚎的。”他走进来斥责许巍，还要不要病人好了？我就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家属，一个接一个的跑过来刺激病人，这么想他死，还送医院来干什么？直接送火葬场多省事啊！许巍听了丝毫不恼，只不卑不亢地道着歉。护士重新扎好了针，临走时将许巍赶了出去，让他一个人静一静。好得更快，许巍辞职了。每天都在医院忙前忙后的照顾我，他已经计划好带我去国外生活，等我病好了，愿意回来的时候再回来。我始终沉默着，像是安心接受他一切的安排。临出院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主动开口劝他去休息，毕竟他手臂上的伤越来越严重了。他欣喜若狂，以为我要回心转意了。等打发走了人，我立马咽气地扯掉吊针，看着血珠一个接一个冒出来，心里稍稍有点畅快，又捏着针头，沿着青色的血管在手上戳来戳去，看着整只手鲜血淋漓，心里别提多舒坦了。我得意地向坐在床头的六六展示：“六六，你看我画得多漂亮！”六六一言不发，只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把输液管编成绳结，套在脖子上，跃跃欲试。六六蓦然站起身，走过来拉起我的手，指了指外面：“你是要带我出去吗？”我问。他点点头。于是我掀开被子，光脚下了床。我们避开了护士，避开了保安，从地下车库偷偷离开了医院。地上的石子戳破了我的脚，但我却感觉不到痛，因为我很开心，像是在赴一场盛大的宴会。走啊走啊，我们来到了一处十字路口。六六便不动了，他示意我坐在公交车站牌下等一会儿。我开心地笑了起来，我们好久没一起出来玩过了。六六也笑，扮小兔子逗我，可我笑着笑着又哭了。等哭够了，我轻轻道：“六六，你是想给我找一条生路吗？”他眨眨眼，笑眯眯地点点头。我却慢慢往后退去。可你知道吗？我坚持不下去了，我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失信了。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转头往相反的方向跑去。风在耳边呜呜悲鸣着，
霓虹灯投下的光圈，美丽又梦幻，却被我一个又一个赤脚踩过。那个女人骂得对，我是丧门星，是扫把星，会给所有人带来不幸。从小到大，我失去了哥哥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，失去了孩子。如今，我没有爱人，没有亲人，也没有朋友，只孤零零的一个人活在世上。这大概是上天对我的惩罚。我一口气跑到了大桥上，头晕目眩，腹痛如绞，扶着栏杆喘气。远处是万家灯火，车水马龙，江上寒风料峭，脚下的江面水波粼粼的，水草随着水波在河灯下悠闲地荡漾。深黑如墨的江水，似乎有什么隐秘的魔力，在召唤我跳下去。哥哥在水里朝我笑，我不自觉地踏出了第一步，将半个身子探出了栏杆。六六急切地朝我狂奔而来，仿佛徜徉在风里一样，自由自在的。我一脚踏空，另一只脚也紧随其后的抬起。结束了，都结束了。我飞在了半空，像一只快乐的鸟。六六，我来找你了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有人跳水了！大桥上有人在奔走呼喊，路人越聚越多，风吹得更猛烈了，婉转哀鸣，如泣如诉。岸边芦苇剧烈摇晃着，和风而舞。这一曲哀乐，送孤独的灵魂归向远处。番外一：六六与九九。哥哥死后，我就成了家里多余的存在。父母恨我，恨我还好好的活在世上，而哥哥却替我而死。我努力过，也挣扎过，力求样样做到优秀，渴望能得他们的一个笑脸。可惜一切都是徒劳。他们不让我读高中，却送弟弟去上各种兴趣班，什么吃的、玩的都紧着弟弟一人。我嫉妒的要死，嫉妒他有父母全心全意的爱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得很快。那天，弟弟要抢我的玩偶，我不给，拉扯间，玩偶被扯烂了，棉花飘了一地。偏偏这时，我妈打完麻将回来了，她看见一地的棉花和碎布，一个耳光就朝我扇了过来。死丫头，我一不在家，你就反了天了。伴随着她的怒骂，我十分委屈地辩解，是弟弟抢我的玩偶，那玩偶还是哥哥送我的。他顿时怒不可遏，又是一个耳光扇过来。你怎么还有脸提你哥？你个祸害！我一下子被打趴在地上，所有的委屈都在那一刻爆发。我抄起门口的扫帚，气愤地打在弟弟屁股上。我知道这一棍子下去，爸妈是不会放过我的，干脆豁出去了。于是一边哭一边追着他打，打得他嗷嗷叫。不出意料的，我又被爸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自始至终，我没有求饶一声，但我愤怒和怨恨的眼神显然吓到了他们。他俩一合计，认为我心存仇恨，野性难驯，日后肯定会报复他们，伤害弟弟。于是把我送进了一家寄宿学校。这个学校以教育改造闻名，宣称任何一个坏孩子，哪怕混世魔王，在他们手里都能被改造好。学校的宗旨就是要拯救一个孩子，挽救一个家庭。在父母眼里，我可不就是一个坏孩子吗？是一颗定时炸弹，一个家里的恐怖分子。记忆中，六六是一个爱笑的女孩，脾气火爆，仗义又热心。初见时，她一袭蓝裙子，长发飘飘，漂亮又耀眼。但这里的学生都会被勒令剪成短发。六六和几个女孩子不肯，教官冷笑一声，直接动手将他们剃成了光头。新来的学生一开始都会被关进小黑屋，屋里气味难闻，阴冷潮湿，偶尔还会有虫子和老鼠，饭也难吃。时间一长，这种幽闭的环境里，恐惧和抑郁会逐渐占据人的心神。我实在害怕时，就敲墙来分散注意力，没想到竟然得到了隔壁的回应。
你一下，我一下，我们像是心有灵犀一般，有规律地打着节拍。7天之后，我们像垃圾一样被教官拖出小黑屋，所有人皆是脸色萎靡，神情沮丧，不少人一出来就吐了。人群中，我下意识朝66看去，他依旧站得笔直，像个顶天立地的英雄。直觉告诉我，他或许就是那个敲墙的人。他正好也回头看过来，四目相对，几乎是同时，我们异口同声道：“嗨，你是那个敲墙的人吗？你是隔壁那个人吗？”话落，我们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自然而然的，我们成了好朋友。在这里接受改造的学生，年纪最小的才小学毕业，最大的有30多岁。一眼望去，所有人都是死气沉沉的，表情麻木，就像个提线木偶。学校管理很严苛，比如背诵校规，背错一个字，戒尺打一下；又比如床上不能放东西，垃圾桶不能有垃圾，如有违反，教鞭伺候。而对于改造困难的学生，学校准备有小黑屋、电击疗法等心理矫正措施。除此之外，学校还鼓励学生相互揭发检举，校园氛围仿佛阴云笼罩，令人压抑又窒息。但是66就像个小太阳，永远都是那么的神采飞扬、精神奕奕。幸好有他陪在一起，否则我不确定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疯掉的学生。66的大名叫谢如流，他亲切地喊我99，他高兴地说：“我是66，你是99，我们69不分家，一生一起走。”不可避免的，我们也会谈到为什么会被送到这里来。66说，他父母离婚了，妈妈带着哥哥去了法国，而他跟着爸爸和后妈闹得很难看，他后妈就出主意把他送到这里来了。他信誓旦旦地拍胸脯，我将来一定要去巴黎读书，找到妈妈后就再也不回来这破地方了。他好奇地问我：“99你呢？你明明这么乖，为什么也会被送进来？”许是他的眼神太过热切，又许是我长久以来压抑的情绪，急需一个倾诉和发泄的出口。话匣子一打开，如泥石流滚滚落下。我难过地诉说着过去种种不公，说到没有学上时，几乎泣不成声。说着说着，我心里的郁气散去不少，一抬头才发现66已经泪流满面，哭得比我还凶。他心疼地抱住我：“不哭了，不哭了哈，以后你就是我妹妹。我家有钱，超有钱，等我们出去了，我养你长大，供你上学，我们一起去法国。来，我们拉钩，100年不变，骗你是小狗。”66偷偷地拿出了一本相册，是他和妈妈、哥哥的合照。除了换洗衣物，学校收走了一切私人物品。他是把相册藏在行李箱的夹层里，才没被发现。他兴奋地指着上面的人介绍给我认识。他说自己都好久没听到妈妈、哥哥的声音了，因为家里人阻止妈妈联系他，也不告诉妈妈任何关于他的消息。最后几张照片是风景照，是他自己打印出来放进去的。他开心地一张张介绍着，这是埃菲尔铁塔，这是香榭大道。我艳羡地听着，心里也不由得憧憬起，如果有一天自己去法国会怎么样？长这么大，我连市都没出过，这些世界景点从来都只在书本、电视上看过。如果我跟着66走了，估计爸妈会高兴得3天睡不着觉，毕竟可算是甩掉我这个大麻烦了。我以后一定要努力赚大钱，要一直跟66在一起。我们在学校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只怀崽的流浪大橘猫，学校禁止养小动物，我们只好偷偷从食堂带饭投喂它，不敢让人发现。没想到隔墙有耳，有人把我们告发了。这天早操后，教官把我们紧急集合起来，当着我们的面
拎出了浑身是血的大橘猫，它的2条后腿扭曲地耷拉着，显然是被打断了。有些同学，别以为我们看不见你搞小动作，教官恶狠狠地警告着，必须要给你们点教训，你们才能学会老实。之后，猫猫被高高抛起，再重重落下。六六想冲上去阻拦，却被我死死拉住了。我承认我懦弱、胆小，骂我冷血我也认了，但我不想六六受伤害。这些教官对付学生的手段阴狠且多样，学生落在他们手里，根本没有好下场。棍棒落下，猫猫被打得吱哇乱叫，很快就没气了。有几个女孩子当场就吐了，男孩子中竟然隐隐有兴奋的。事后，我和六六被关进了小黑屋，理由是违反校规校纪，饿了1天1夜才被放出来。回到宿舍，六六发现自己的行李箱被撬开了，翻得乱糟糟的，相册不见了，门口的地面还有未烧完的余烬、残缺的碎片，依稀能看出相册原本的样子。他大声质问是谁动过他箱子。16人的宿舍却没人出声。六六发了一通火，要去找宿管查监控。一个平常不爱说话的女生悄悄拦住了我们，她告诉我们，行李箱是教官撬的，相册也是他们烧的，宿管是不会理我们的。她说，我们不在的时候，宿舍的小太妹得意洋洋地炫耀过举报我们养猫，教官奖励了她几天假期，所以她这次又举报了六六的相册。六六愤怒异常，以至于失去了理智。等我上厕所回来，他已经和小太妹扭打在一块儿了。教官来得很快，他们一把抓住六六，就是几个耳光扇过去，然后把他拖走了。我跟上去求情，却也被关了起来。六六被关在我隔壁。夜晚很静，也很冷。我听见了六六的惨叫和惊恐的求救声，他在哭着喊妈妈哥哥。我疯狂拍打着墙壁，六六，可任凭我拍的手掌流血，也无济于事。第2天，他被放出来时，鼻青脸肿，浑身青紫，光秃秃的头上有几个诡异的烟头烫出的伤疤。我们无助地抱在一起，嚎啕大哭。当时15岁的我，只以为他被教官狠狠打了一顿。我永远也不知道六六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，六六也永远不会告诉我了。它就像一朵花骨朵，还未盛开就已然迅速枯萎了下去。所有人都没想到学生会发生暴乱，暴乱是怎么发生的？我并不知道。等我们反应过来，学校已经彻底乱了。六六赶紧带我回了宿舍，他牢牢叮嘱我，现在外面非常不安全，千万不要出去。学校的管理者封锁了学校，禁止任何人出入，以免消息泄露出去。我们提心吊胆地躲在宿舍里。参与暴乱的学生以宿舍为据点，和教官还有保安对峙，双方相互喊话。带头的学生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，听说因为打人坐过牢。学校在前方稳住学生，后方教官们拿着武器，悄悄潜入了宿舍。疯狂逃窜的学生慌不择路地逃进了女生宿舍。一时间，尖叫声、呼救声、哭喊声齐齐地炸开，各种各样的声音混杂着，几乎要冲破屋顶。谁也不知道学生手里为什么会有刀，教官们一个个都离得远远的，劝他把刀放下。持刀者发了狠，随手抓住一个女生，大声叫嚣着不想活了，死也要拉个垫背的。刀刀见血，教官们见他杀红了眼，纷纷吓得往后退开，竟无一人敢向前制止惨状。六六抄起一把椅子就冲上去救人，刀锋踢向了他的脸，血流如注。刀尖又刺向了他的身体，血如泉涌。我扑上去，死死抱住持刀者的腰，阻止他再靠近六六1步。
恐惧而又绝望的大哭：六六，你快跑，快跑！六六，快跑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救命！持刀者高举寒刀，用力张大了嘴巴，露出了阴森森的牙齿，笑容恐怖。去死吧！他重重朝我落下雷霆一击，我紧紧闭上眼睛，等待死亡的降临。突然间，有什么重物压在了我身上，他的手臂狠狠箍紧了我，耳边传来他温热的呼吸，扑哧，刀没入皮肉的声音，在一片混乱中，却是如此清晰，仿佛只有几秒，又仿佛过了1个世纪那么长。我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，猝不及防地看见了六六的脸，他浑身是血，无力地从我身上滑落，软软地倒在地上，毫无生机。我的世界瞬间一片死寂。学生暴乱这件事闹得非常大，政府和公安迅速介入，学生全部被遣散回家。那段时间，铺天盖地的全是那个学校的新闻：井号学生暴乱，1人死亡，重伤若干；井号学校管理不当，暴乱致人死亡。随着媒体对事件的深入挖掘，更多的内幕被爆了出来，一片哗然。井号吃人学校，井号魔窟书院，井号体罚、电击、猥亵学生，各种各样的新闻标签，他们无孔不入，时时刻刻在提醒着我那段无望的时日。我被关在家里，每天浑浑噩噩，害怕幽闭的空间，害怕听见猫叫，怕火，怕一切红色的物体，不停地做噩梦，一闭上眼睛就全是血，很多很多的血，喷到脸上、身上，蜿蜒一地，怎么擦都擦不掉。还有六六濒死的眼神，是那么的眷恋不舍。我仿佛正走在悬崖边上，在寒风中摇摇欲坠，或许跳下去是最好的选择，一切就都解脱了。我可能疯了吧？弟弟撕了我的课本叠飞机，我竟然直接咬烂了他的手。我妈过来打骂我，我朝她脸上吐口水，她叫骂得令人心烦意乱。我直接从厨房拿了把菜刀，到处追着人砍。去死吧，全都去死吧，死了就干净了。菜刀劈烂了弟弟的衣角，他吓得大哭不止，嗷嗷叫唤。我拿着刀，凶狠地瞪着所有人，身后突然有破空声传来，我脑袋一痛，眼前就是一黑，身上一下子没了力气，菜刀咣当掉在地上，又被远远踢走。我爸拿着棍棒，让我妈赶紧把弟弟送去医院，他怕我再发疯砍人，用狗链把我拴在了屋里。半夜，我发起了高烧，他们连夜将我扔到了乡下姥姥家，一路上骂骂咧咧，大骂晦气，花钱改造，结果弄了个疯子回来。又是1个月过去，病好后，我忘记了书院，也忘记了六六，记忆只停留在高中录取通知书刚刚被毁。他们得知我失忆了，高兴坏了，一致决定3缄其口，书院的事必须死死瞒住我，免得我恢复记忆又发疯，喊打喊杀的。于是姥姥和蔼地告诉我，我是因为和弟弟打架摔倒脑袋，才昏迷了5个月。她说，既然我这么想上学，她就出钱出力送我去读书，以后别再欺负弟弟，和父母对着干了。当时的我一听到能去上学了，十分开心，根本没想去怀疑什么，毕竟谁能想到自己竟然是社会新闻的主角？那种恐怖的事，原来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啊！后来，我被插进了一个初3毕业班里，平常住校，放假回姥姥家。中考后，我拿到了迟了1年的高中录取通知书，明明是该高兴的事，心里却空落落的，总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什么，身边也似乎少了什么人。我茫然地站在学校的大门前，回望身后，只有蓝天白云，夏风吹过了落叶，带起一片寂寥。后来的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，毕业，
工作、恋爱、结婚，日子毫无波澜地过下去。我这极其普通、平平凡凡的一生，番外二，一忘皆空。许巍永远也忘不掉那一天。那天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他突然间收到了姥姥的短信，玉玉来了疗养院。他顿时松了口气，欣喜不已，来不及换衣服就赶了过去。那时他已经找了白初九几天几夜，急得嘴角起泡。更糟糕的是，心理医生专门电话告知他，怀疑病人有自杀倾向，身边最好有人看护。天知道，在找不到他的这些天里，自己有多恐慌，多焦躁，甚至预想了所有可能发生的坏情况。幸好他还是好好的，没出事。这次他再也不会说那些狠话刺激他了。他要努力爱护他，保护他，和他好好过日子。如今他才发现，原来小九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占据了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位置，是他被过去蒙蔽了双眼，困在回忆里不肯放下，以至于差点错过了小九。蝴蝶的事就当作是人生的一个小插曲吧，因为他已经明白，他和蝴蝶是不可能的了。尽管他出手帮他彻底解决了前夫这个麻烦，让他再无后顾之忧，但是覆水难收。蝴蝶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蝴蝶了，他也不是原来的那个许巍了，他们都不能再回到从前了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许巍万万没想到，他和白初九也回不到从前了。该怎么描述那一天呢？他捧着一大捧玫瑰花，意气风发地走进了疗养院。一路上，腹稿打了无数遍，求和的话在嘴边转了一圈又一圈。他甚至想好了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勾引小九。可是等他刚踏进病房，却不得不当场震惊在原地。下一刻，病房里传来了他愤怒的吼声：“小九，向来优雅得体的岳母，像个疯子一样，骑在小九身上拳打脚踢；向来成熟稳重的岳丈，像个看客一样，冷眼旁观母亲殴打亲生女儿。”小九身下的鲜血红得刺目，也刺得他眼睛生疼。他跌跌撞撞地冲上去，拉开了那个疯婆子，却拉不开小九心里对他关上的那道门。他握住了小九的手，只觉得好像握住了流沙，怎么抓也抓不住。他将小九紧紧抱在怀里，可任凭他和他贴得多么紧密，两颗心却是渐行渐远。孩子的事，也许不只是孩子的事，永远的成了横亘在他们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小九要离婚，他不同意，自己已经失去过蝴蝶一回，不想再失去小九了，不想再经历与喜欢的人分离之苦。他总以为会哄得小九回心转意的那一天，毕竟他缺爱，不是吗？除了自己，这世上还会有谁更爱他呢？他受过的所有伤害，自己都可以尽力的用余生来弥补，只要自己诚心所至，必定能金石为开。可惜白初九不愿给他这个机会了，他太狠心了，故意把自己支开，决绝地纵身一跳。他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，救援队打捞了7天7夜，也找不见他一片衣角。他守着他的旧物，彻夜不眠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阴阳两相隔，死生不复见。原来痛彻心扉的感觉，竟是这样的令人难以承受。向来温馨平淡的小家，突然间变得孤寂冷清起来。那个熟悉的欢喜身影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许巍试着给自己做了一道草莓冰激凌小蛋糕，这是白初九最爱吃的。成品出来后，他兴冲冲地对着卧室喊：“小九，快出来尝尝小蛋糕！”等了许久，也无人应答。家里始终静悄悄的，他麻木地吃完了整块蛋糕。蛋糕做得又甜又腻，他吃得反胃，差点吐了，还是全都硬塞下去了。
他想，小九说过不可以浪费粮食。晚上洗澡，他习惯性的不带换洗衣物进去，热水兜头浇下，他自然的脱口而出道：“小九，我那件白色的。”话到一半，他突然收了声，因为不会再有人会过来给他送衣服了。半夜，他感觉有点冷，下意识地摸向了身侧的床铺，想要将软软的那人抱在怀里，触手却是一片冰凉。他吓得连忙睁开了眼，入目只有空空荡荡的卧室，再无香风与佳人。寂静夜里，他蜷缩在被子里，低声呜咽。他知道错了，一开始他就错了。他不该仗着小九的喜欢为所欲为，他不该利用小九的心理缺陷，不止一次地逼他，困住他，是他亲手将他一点点地推进了绝境。为什么人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悔之莫及呢？正是人生得意时，许巍却突然没了老婆和孩子，他无处发泄的痛苦、懊悔、怨恨和怒火，自然就降落在那些伤害白初九的人身上了。疯婆子已经被他送进去吃牢饭了，白富被他一封举报信弄丢了工作，可是这根本远远不够。在他看来，这些跟小九受过的苦相比，简直九牛一毛，打蛇打七寸。那一家人最宝贝的，不就是那个小废物吗？小废物躲在所有人的身后，吃姐姐的肉，喝姐姐的血，轻轻松松地坐享其成。他要利用这个小废物，让那一家人同他一样，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。他故意找人去引诱小废物，冷眼看着他慢慢堕落下去。小废物染上了毒瘾，小废物欠下了巨额高利贷，小废物把家里的车房都抵押出去了。老父亲露宿街头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。白富到处找人帮忙，第一个就求他头上来了，他假意答应，实则找了几个朋友，联合起来设了个圈套，等着父子俩傻傻地钻进去。父子俩果然上当了，具体过程很难追究，至于结果，他还算勉强满意。小的被讨债的人打成了半身不遂，老的自愿去黑诊所割腰子还钱。白富躺在医院走廊的地上，怨恨地指着他破口大骂：“你个烂心烂肺的，你会遭报应的！报应！”他自嘲一笑，早就遭过了。小九的死是自己这一生的最大报应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有陌生人给许巍打了一通电话：“你好，请问是许巍先生吗？”他握着手机，忐忑不安，又满怀期待地说了声是。直到现在，他依然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，白初九还活着，但凡什么风吹草动，他都不愿意放过。这个人问他能不能去给姥姥收尸，因为到处联系不上白家的人。他一听，顿感失望，居然又不是他的消息。原来自从小九死后，就没人给疗养院交钱了，白家父子也不愿接受照料，姥姥不得不卷铺盖回了乡下。她每天都坐在门口念念叨叨，自己多么悔不当初，多么对不起玉玉，都是自己害了玉玉。听的次数一多，邻居都快会悲了。白家人也没给他请个保姆，他不得不自己照料自己。大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他可能是要起夜上厕所，结果不小心滑了一跤，一头摔在了泥水里。乡下每家每户都是小院子，邻居家就在隔壁，稍微有点动静，大家相互都能听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没有呼救。等第二天早上，邻居发现他时，尸体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了。邻居在电话里小心地猜测，大概是他心存死念，本身就不想活了吧。他问许巍能不能回去办个葬礼，或者把殡葬费出了，现在尸体放在家里没人管。许巍听完后唏嘘了一声，邻居还以为有戏，结果许巍非常冷漠地拒绝了。
说自己正在外地出差。还没等那人再多说一句，他礼貌且迅速地挂了电话。完事，他心情愉悦地捏着手机，手指在白初九的照片上摩挲着。他突然想起来，还有一件事忘记做了。他去探监了疯婆子父子俩的惨状，姥姥的去世，他都十分好心地告诉这位曾经的岳母。他当场就一口气没上来，不幸中风了。监狱方吓坏了，急忙保外就医，把他送回了家里。这下好了，一家老老少少，死的死，瘫的瘫，还有一个在外面苟延残喘，打着苦工养活着2个废物。至此，他虽然有些意犹未尽，但也不得不收手，以免把人逼急了。他们一死了之，他都还活在忏悔里。那些人又凭什么比他先解脱？蝴蝶找过他几次，表达了想与他重新开始的愿望，他避而不见，实在厌烦了。他干脆托人警告他：我得了绝症，死后遗产会全部捐出去，遗嘱已经立好，没把你怎么样，仅仅是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，我已经替你解决了你前夫，你最好见好就收。他之前设了个套，使得前夫哥以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，可惜是缓刑3年。但是缓刑期内再次违法犯罪，不仅会被撤销缓刑，还会新罪加旧罪，数罪并罚。所以前夫哥起码会安分个3年。但是假如运气不好的话，没想到许巍警告完的第2天，蝴蝶竟然把孩子丢在了他家门口，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月月可怜巴巴地站在门口，泪眼汪汪地喊他爸爸，妈妈不要我了。月月只有爸爸了。但许巍不仅没让人进门，还报警，让警察把孩子带走了。任凭孩子哭得多凄惨，他都没有半点动容。他想，他才不要养这个推过小九的小畜生。又过去了一段时间，许巍渐渐接受了白初九的死亡。他开始信佛，做很多很多的善事，好为白初九积攒阴德。但人做了坏事，总要遭报应的。那天傍晚，他拎着猫粮来到楼下，投喂流浪猫。等在暗处的蝴蝶前夫狠狠踩下油门，开车冲出来把他撞了。车祸现场一片惨烈，前夫哥也不逃，反倒是从车里拎出1桶汽油，尽数泼洒在了许巍身上。幸好有路人见义勇为，趁前夫哥点火之前，一脚把他给踹开了。被保安抓住时，前夫哥还在大吼大叫：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不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他毁容，你残废，你俩正好凑成一对，哈哈哈哈！许巍被压在车下，动弹不得，呼吸急促，全身的骨头都在疼，鲜血逐渐地模糊了视线，浓烈的汽油味儿刺激得他脑袋发懵。他静静地感受着生命的流失。他想，小九当初在水里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觉呢？绝望、恐惧、窒息、无助，一片嘈杂中，他只觉得眼皮越来越重，眼前越来越黑。或许是时候该去找小九了。半睡半醒之间，他好像突然听见了小九的声音，那是他午夜梦回都念念不忘的声音。那声音担忧道：六六，那边好像出事了，我们快打120吧。他来不及仔细辨别，便又听见一道男声冷漠地响起：不用，这种出轨的人活该遭报应。再说已经有人报警了，船就快开了，时间紧，我们抓紧点儿吧。哦哦哦哦，2个人的声音渐渐地远去。他闭上眼睛，苦笑一声，心想大概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小九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呢？而且他问过白家人，六六是个小姑娘，10年前就去世了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想来这是自己临死前的幻想吧。
许巍失去了一双腿，终生与轮椅为伴。蝴蝶也没来看过他，共同好友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前夫哥本就在缓刑期内，这次新罪加旧罪，再加上许家人的介入，他怕是要牢底坐穿。许巍出院后，径直去了一趟法国巴黎。他细细逛完了埃菲尔铁塔、巴黎圣母院、香榭大道，仿佛要将自己连同小九的那份都一并用心地看完。每到一处，他都会拍下许多相片，并留字。许巍携爱妻白初九到此一游，参观卢浮宫的时候，他不小心被一名黑发黑眼的亚洲女子撞到了。对不起，女子用着不甚熟练的法语向他道歉。他本想说摆摆手，说没关系，但是抬头的那一瞬，他蓦然愣住了。这张脸是他永生难忘的一张脸呐！他不顾旁人的眼光，激动地抓住了女子的手，语无伦次：“小九，是你吗？小九，小九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！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你不知道我多想你，我找你找了好久。”女子本来还未能碰见国人而惊喜，但他这一出举动，属实把他吓到了。他剧烈地挣扎着：“先生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小九，你再不放开我，我叫保卫了。我没认错，你就是小九。”两个人在展厅里拉拉扯扯，很快就被保卫请了出去。女子趁机要跑，但他死拽着人家的手不放。正僵持间，一声冷喝从远处传来：“放开他！”女子像是看见了救星一般，冲着一旁急呼：“六六，救我！六六！”许巍连忙顺着女子的视线转过头，却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。男人将女子拉在身后，冲许巍似笑非笑道：“许先生，谈谈吧。”许巍失魂落魄地逃回了旅馆。他变得像个胆小鬼一样，躲在房间里不敢出门。他清楚地记得，那个男人十分冷漠地告诉他，九九失忆了，谁也不记得了。你如果不想他死，就别再刺激他，害他恢复记忆。相信你也看见了他手臂上的那些疤痕，那你肯定能猜到，一旦他恢复记忆，要做的第一件事必然是去死。他的精神和心理已经承担不了那么多的负荷，要么疯掉，要么死掉。但是我救人可不是在看人活生生的坏掉的，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，别再出现在他面前。至于九九，自然会有人来好好的照顾。话毕，那男人连个眼神也没给他，飞快地带着白初九离开了。许巍连个联系方式也没要到，更无从谈起去寻找他们。但是白初九还活着，他又燃起了生活的希望。他搬到了法国定居。可是此后经年，他再也没找到过白初九和那个男人的踪迹，他们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又好像从来就没出现过。那场重逢，仿佛是他许巍一人的一场梦。后来的后来，许巍得了癌症，生命的最后时光，他搬回了国内，那里至少还有小九生活过的痕迹。一天，他路过一家画展，广告牌上写着“著名艺术家谢玉贤小姐倾情力作，华丽再现”。他不太了解美术，但玉贤二字让他隐隐约约的有些熟悉，可是也说不上来哪里眼熟。鬼使神差的，他转动轮椅，跟着人潮进去了。下一刻，他却像是被定住了手脚，浑身僵直。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人，正光芒四射地站在台上讲话。他脸上的笑容明媚又灿烂，举手投足间是岁月馈赠的沉淀和风情，真好。他心想，他贪婪地注视着台上的人，目不转睛，泪水慢慢润湿了双眼。真的太好了，他不停呢喃着，他的目光热切地追随着那人，想要将他的样貌深深印在心里。
但是赶在他的视线扫过来之前，他却飞快地转过了身，不敢与他相见。就这样吧，他安慰似的自嘲。随后，他慢慢地驶出了大门，归于人海。番外三，妹妹送来妹妹。谢岩则最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17岁的妹妹眼泪汪汪的，催他赶快回国去救他的可爱妹妹白玉贤。但还没等他搞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梦就结束了。梦醒后，他一阵迷茫和空虚。他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六六了。他们是龙凤胎，爸妈离婚的时候，他们还很小。六六去世后，妈妈便大病一场，此后身体越来越不好。几年前灯枯油尽，也撒手人寰了。无论他们怎么思念六六，但六六从来没给他们托过梦。他想，他肯定是在怨恨妈妈和自己当初没有把他带走。这次六六骤然入梦，他虽有些不可思议，但又非常欢喜和期待。第二天晚上，他早早地上床休息了，等着与六六相见。果然又梦见了妹妹，一连好几天，他都在做梦。梦里，他心满意足地看着妹妹，也不多话，就静静地听着她的絮絮叨叨，说着另外一个少女的生平，就连人家5岁尿床这件事都讲了。哥，你可要好好记住这些，不然到时候九九可不一定跟你走。还有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记得给九九改个名。哥，你要是不帮我完成这个心愿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来找你了。哼，交代完了任务，六六便再也没出现在他梦里了。虽然知道这很荒谬，但他还是回了国，去找一个叫白初九的女人。下了飞机，他开着租来的车，从机场回酒店。路过一个十字路口公交车站的时候，他远远地看见那边的大桥上拉起了警戒线，围观的人群七嘴八舌地讨论着，有人跳河了。他没有多想，毕竟跳河的人多了去了，况且现场还有警察在。车子绕过大桥，驶进了旁边的小路里，没走多远，他不经意瞥见路旁边竟然趴着一个人。因为路灯不完善，这条小路经过的车辆很少，出于人道主义，他还是犹豫着走下车去，想问问这人有什么需要帮助的。你好，请问你怎么了吗？走近了，他才发现这人竟然还穿着病号服，浑身湿透，像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一样。联想到刚才的跳河事件，他掏出手机就要报警。没想到这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后，突然凶狠地扑上来抱住了他，并兴奋地大喊：六六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六六！他闻言一愣，眼前的状况十分诡异。深夜，小树林，披头散发的疯女人，但谢岩则一点儿也不惊慌。他脑子里一时间转过了很多想法，想了想，他试探地叫了一声：九九。话落，没想到这人竟然立刻大哭了起来。六六，我好想你呀！你怎么才来找我呀？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你说过要带我去巴黎的。谢岩则停下了要报警的动作，将地上脏兮兮的女人抱回了车里。他想，他找到白初九了。白初九大概是暂时失忆了，有时候他什么也不记得，只记得六六的名字，看见谢岩则就会喊六六，大概是因为兄妹俩长得很像。有时候他又会恢复那些痛苦的记忆，控制不住地伤害自己。卧室里的血常常脱不干净。有一天半夜，谢岩则莫名地惊醒了，他起身来到客厅里，果然看见白初九面目狰狞地站在阳台上，他一只脚已经跨出了栏杆。他吓了一跳，连忙上去将人救了下来。然后屋里又是一阵兵荒马乱，3天2头的闹自杀。谢岩则心感疲惫，只觉得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自己迟早是要回法国的，又不可能时时刻刻地盯着他。当然，把他送回家里，
自己更不放心。他又不傻，事先也调查过白初九的情况，几乎与六六在梦里所说的毫无差别。因此，他带白初九去看病什么的，用的身份登记都是别人的，免得被他家里人发现了，否则自己大概率会被指控涉嫌拐带人口，麻烦无穷。他在外网上发求助帖，联系到了一家催眠师，等白初九的情况稍稍稳定下来，他立刻着手带人出国，不过坐的是私人轮渡。他预想的是先转到东南亚，在那里办个新身份，再飞回法国。去码头的路上，他们路过白初九以前的家，竟然看见许巍被车撞了。白初九没有记忆，只想好心救人，谢岩则非常替他不值，当即就冷漠地阻止他，飞快地把人带离了。出国之后，他以治疗为名，多次带白初九去催眠师的诊所，试图利用外部手段强行让他彻底的失忆。催眠过程还算顺利，渐渐的，他便再也想不起来过去的那些事了。谢岩则狠狠松了一口气。送白初九去上学的那一天，六六又来梦里找他了。他笑靥如花，眉眼盈盈：“哥，谢谢你了，现在九九有你照顾，我放心多了。呼，终于放下了心中一块大石头。哥，我要走了，你好好保重，就不说再见了，拜拜啦。”六六朝他挥挥手，蹦蹦跳跳地离开了，渐渐消失在一片白茫茫中。他失去了妹妹，妹妹却为他又送来了一个妹妹。命运果然令人捉摸不透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